穿越斗罗，我觉醒每年自动升1级魂力的金手指，本想佛系躺平，自动升级魂力，然后稳步成神，然而却意外捡到重伤昏迷的毒斗罗、独孤博，还被重生而来的妩媚狐狸和圣洁天使认作未来老公，自此开启躺赢且自带顶级靠山的成神之路。当唐三还在诺丁学院靠着打铁维持生计，我已经靠着金手指和独孤博庇护，在魂世界横着走。我不仅当面吐槽唐三已有屈死之道，还把原属唐三的仙草和诸多机缘统统抢走，走唐三的路，让唐三无路可走。此时天斗帝国魂师村，叮一声轻响在脑海中响起，我猛地睁开眼睛，瞬间坐起，脑海中的声音继续响起，魂力提升1级，又提升了1级，这是第6次了。在斗罗大陆6岁是决定命运的一年，所有孩童将在这一天觉醒武魂，从此踏上魂师之路。穿越者标配的金手指，我自然也有，而且这金手指既简单又夸张，每过1年我的魂力便会自动提升1级，只是不确定现在的时间点。现在已知的情报有2点：一，魂师村处于诺丁城周围；二，武魂殿会派人来帮助平民们觉醒武魂。这个时期的武魂殿还在活跃，这让我心里隐隐有几分不好的预感。不会和屈死有道唐三爷一个时期吧？咚咚咚，伴随着敲门声，一个苍老的声音响起：小林，起床了！我打开门，只见一个精神抖擞的老人。今天会有武魂殿的魂师大人来咱们魂师村，帮助年满6岁的孩子觉醒武魂。小林，你打小就聪明，是我最看好的孩子，我相信你一定能成为尊贵的魂师。那是当然，我一定会成为魂师村最伟大的村长，让村民们都过上好日子。哈哈哈，好，我等你接我的位置。汤姆爷爷，稍等。我转身去了隔壁房间，里面躺着一个绿色头发的老人，他的皮肤有些病态的苍白，穿着墨绿色的长袍，整体有几分阴冷的气息，只是那长袍上有明显的破损，好几处缠着的纱布上透着暗红，明显受伤了。我小心翼翼地为老人换药，然后为其做简单的清洗。3天前，我上山采药，遇到重伤昏迷的老人，就感觉对方外表挺像独孤博，便叫了几个村民将其带了回来。我为老人盖好被子，转身离去。多亏了汤姆爷爷的药，估计这2天就会苏醒。那就好，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尽管说。两人不知道的是，老人的手指突然颤了颤。村子的中央广场已经聚集了上百看热闹的人，村民们相互议论，家里有适龄孩子的大人神色中满是期盼。武魂殿的大人来了！众人扭头看去，那是一个青年，20多岁，剑眉星目，极为帅气，一身白色劲装，身后是黑色披风，胸前正中央的位置有一枚徽章，上面写着魂字，这是武魂殿直属人员的标准装扮。左胸处还有一枚徽章，上面雕刻着3柄长剑，这代表此人是魂师的第3个等级，大魂师，而且属于战魂师。素云涛大师，您终于来了！我腿一软，差点跪下磕一个，居然是传说中的瞎眼斗罗，看来真和唐三一个时期。我还要去其他几个村子，现在就开始吧。好，好，好，孩子们加油！加油！魂师村此次觉醒的孩子一共有7个人，现在已经紧张的说不出话了，只有我挥动小拳头回应汤姆村长。素云涛看了我一眼，微微一怔，这个孩子有点不一样，他有一种很沉稳的气质，而且他看自己的眼神为什么那么古怪？左右不过是一个小屁孩。素云涛没有多想，他带着孩子们走进屋内，将6颗乌黑的石头在地上摆出一个6角形，然后示意我上前。孩子，我叫素云涛，是你们的领路人，我将对你们进行武魂的觉醒，记住，一会儿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要害怕。好。独狼附体。素云涛的眼睛变得异常明亮，一道淡淡的青光从他眉心释放，一头黑色的长发逐渐变成了灰色，并且快速成长，就连双臂上也被灰色的毛发覆盖。他的身体在膨胀，充满了力量感，个子也拔高了不少，尖锐的指甲从食指上弹出，闪烁着寒芒，2道光环从脚下浮现，围绕他的身体不断的徘徊。这就是兽武魂附体，一个10年的白色魂环，一个100年的黄色魂环。孩子，不要怕，这就是我的武魂独狼，日后你们有机会成为魂师，也有这样的能力。素云涛双手快速拍出，6道淡绿色的光芒飞进石头内，顿时一道金色的光华释放，形成一个保护罩，将我笼罩其中。我的身体颤抖，表情古怪，怎么说呢？快到临界点了。伸出你的右手。我下意识的照办，瞬间所有的光芒聚集在一起，紧接着一尊金色的庞然大物出现在身后，那是一头金色的蜘蛛，它表情威严，8条腿闪烁着寒芒，仅仅看一眼便让人不寒而栗。它仰天发出一声嘶吼，仿佛在向世界宣告自己的存在。这是顶级兽武魂！素云涛身躯一阵颤抖，武魂附体的状态都差点维持不住，不是因为激动，而是上位者对下位者的绝对压制。而另一边，昏迷中的老者猛地睁开眼睛，凌厉的眼神中带着几分警惕，他坐起身体，看着四周，表情古怪到了极致。这是哪里？刚刚那是武魂压制。不知相隔多远的庄严大殿中，一位绝美女人神色异样。这种感觉是诞生了什么有趣的东西吗？真是该死！孩子，快把手放上去，看看你的魂力！素云涛激动地拿着水晶球，双眼满是期待。我一言照做，顿时水晶球散发着耀眼的光芒。先天魂力7级。素云涛微微一怔，看那武魂仿佛天地之间唯我独尊的气势，不应该只有7级。我也是若有所思，看来是自己从汤姆爷爷那里得到魂力修炼方式后，每年都会修炼几天，如此魂力就提升了1级，不然自身很可能
能是先天灵级魂力。孩子，加入武魂殿吧，你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大师，您先帮其他人觉醒武魂吧。觉醒个锤子，其他人现在没有什么比你更重要。先天7级的魂力，顶级兽武魂，这妥妥的魂圣种子。运气稍微好点，魂斗罗有了，封号斗罗都能冲击一把。孩子，相信我，加入武魂殿真的是所有平民魂师的出路。我顿时头疼了，自己之所以不天天修炼，就是担心出现这种情况。武魂殿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去处，问题就是有唐三他们啊，用不了30年，武魂殿就被人家灭了。自己进去后表现越出色，死得越快。最好的选择是加入一个学院，几年后毕业当一个自由魂师，远离大事件的爆发地。等唐三成神后，自己再成神。素云涛大师，我本人倾向于武魂殿，但是能给我点时间考虑吗？这是终身大事。我明天再来一趟，你一定要好好考虑。素云涛这才开始为其他人觉醒，武魂锤子、蓝银草、镰刀、土狗、鸡，全部是普通的武魂，并且没有魂力。对此，素云涛神色如常，早就预料到了。好了，我们出去吧。大师如何？只有一个孩子拥有魂力，还是先天7级，而且应该是变异的顶级兽武魂。谁？就是这个孩子。村长，咱们也是老相识了，你一定要劝劝这个孩子，让他加入武魂殿，保证他一定会得到大量的资源，获得最好的教育，甚至被魂斗罗大人收为弟子都不是不可能。素云涛大师，您放心，我一定好好劝他。孩子，我明天再来，你一定要好好考虑。是，素云涛大师，刚刚听您说，以为又一个先天满魂力。前几天我帮圣魂村的一个孩子觉醒，那孩子先天满魂力，可惜武魂是蓝银草，根本不能修炼。实锤了，不但和唐三一个时期，觉醒的武魂都是前后脚。可惜三爷觉醒的时候自己不在，不然一定让素云涛掰开他的左手看看。最终素云涛一步3回头的走了。当我回到家门口的时候，却有一种冰寒的感觉，仿佛被毒蛇盯住了。好敏锐的小鬼，过来吧！我长长的吐出一口气，大步走进小屋，看着床上的老者，为他倒了杯水。老爷爷，你醒了。小鬼，你救了老夫。我只是在山上发现受伤的你，救你回来的人是魂师村的村民。这么说，老夫的恩人是一个村子的人。就是这么回事。不过我们村子热情好客，就不用老爷爷报答了。老夫独孤博是一名魂师。小鬼，你的体内有魂力，看你的年龄是刚刚觉醒武魂吗？果然是独孤博。根据时间线，他现在即使不是封号斗罗，应该也只差临门一脚。小子今天觉醒武魂，先天7级的魂力。小鬼，释放你的武魂，让我看看。我一脸不在意，直接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巨大的金色蜘蛛出现，他盯着独孤博，眼神带着睥睨。独孤博表情变幻不定，看向我的眼神彻底不一样了。如果能收服这个小鬼，自己孙女在未来岂不是会多一个强大的帮手？独孤家族也将变得更加强大。小鬼，你救了老夫，老夫不是好人，却也懂得知恩图报。说说吧，你想要什么？只要老夫能做到，绝无二话。小子所为绝非为了回报，你不为回报，老夫却不能欠你一个小鬼的人情。说吧。那么，请前辈答应我3个条件。第一个条件，请前辈给我100金魂币。多少？小鬼，你是不是不太懂行情？小子明白，武魂殿会给魂师发放补贴，魂师1个月1个金魂币，大魂师1个月10个金魂币。那你就要100金魂币，你是真不贪呐。第二件事，我希望老爷爷为我寻找一个合适的老师，最少魂宗级别。那第3个条件呢？请老爷爷为我选一个合适的初级魂师学校。小鬼，你知道先天7级的魂力，顶级兽武魂，这代表什么吗？天才。那你还提3个这样的条件，铁定会有一大串贵族和魂师跑来抢人。70多级的魂圣为了抢你，都会打出狗脑子。多少大贵族眼睛都不眨的拿出100万金魂币，几个带着皇家前缀的学院，铁定都会出手。退1万步，就算不去天斗城，留在诺丁城，这里同样有魂师，有贵族，有魂师学院。小鬼，你是不是看不起老夫？老爷爷，您怎么会这么想？在您看来，我救了您的命；在我看来，我只是喊了几个人把您从山上搬下来，每天给您换一些草药，仅此而已。您如果能完成那3个条件，我已经赚大了。你当真这么想？当然，老爷爷，您答应吗？那你为什么不去武魂殿？你不是说武魂殿的执事多次邀请你吗？怎么和武魂殿有仇？您老这话说的，我一个平民小子有那资格和武魂殿结仇吗？罢了，你随我去天斗城，我会给你安排一个好老师，一个好学校。其实不用去那么高大上的地方，
普通一点的城市就行了。大城市消费高，加上老爷爷您给的100金魂币，我也就不到110个金魂币，用不了2个月我就得去要饭。该死！闭嘴！别给老子提那100金魂币！现在去收拾东西，明天一大早随我离开。一股无形的力量出现，狠狠地拍在我的屁股上，将人拍了出去。第二天，我睁开眼睛，看到的就是独孤博的臭脸。老爷爷，您这是……我神色愕然，看了半晌才回过神，自己被独孤博扔进了马车里。独孤博哼了一声，我的3个条件着实恶心到他了，就感觉一口气上不上下不下，干脆一大早收拾东西走人。我耸了耸肩，安静地坐在一旁研究武魂。金色的蜘蛛，顶级兽武魂，浑身仿佛穿着盔甲。武魂的名字就叫金甲蛛王吧，记得汤姆爷爷说过，是从一头金色的蜘蛛魂兽嘴里救下了自己。怎么感觉有一双无形的大手将一切都安排好了？小鬼，老夫要和你好好聊聊昨天那3个条件。独孤爷爷，您别纠结了，小子知道以您的身份，认为那样的3个条件对您是一种侮辱，但您要考虑咱们的身份不对等，我怕提的条件您直接弄死我，毕竟我在您眼里和蚂蚁也差不多。放屁！老夫告诉你，老夫是封号斗罗，封号毒，老夫会为难你一个小鬼吗？这真难说，一个封号斗罗在不留痕迹的情况下将一个村子毁掉，这很难吗？所以你提出那样的条件是因为怕死？那倒不是，这样的3个条件对小子的帮助最大，而且小子对您的帮助并没有那么大。好吧，谨慎的小鬼，不过你这么好的天赋不能浪费了，我会推荐你进入天斗皇家学院学习。至于老师，老夫认识一位雷霆斗罗，甚至老夫自己都很乐意收你为徒。谢谢独孤爷爷的关心，不过我很容易满足，您就给我找一个魂宗当老师，随便安排一个初级魂师学院就行。不想拜师是吧？你这个徒弟老子收定了，在你看来对老夫的帮助不大，在老夫看来你就是救命恩人。你放心，为师肯定会好好的教导你。独孤博大笑一声，拍了拍我的肩膀。我瞪圆了眼睛，这家伙对自己做了什么？身体僵硬，不能说话。他这是恩将仇报。看来你不反对，乖徒儿放心，回到天斗城，为师就给你送见面礼。这时我又能动了。独孤爷爷，你叫我什么？老师好。真乖。拜师独孤博，这是什么鬼展开？众所周知，独孤博属于唐三少，没有独孤博，唐三少哪里找仙草？没有仙草，你让他怎么成神？唐三的先天魂力绝对不是10级，他是从小修炼到了10级，我估计他应该和自己差不多，先天处于7级或者8级魂力，所以没有仙草，他绝对无法完成最后的蜕变。我突然涌上一股危机感，一直都有一个说法，唐三少之所以能转世到斗罗大陆，是因为修罗神老早就相中了他，为他铺路，自己乱入进去。修罗神不会干掉自己吧？小鬼，你胡思乱想什么呢？怎么一脸纠结？拜老夫为师让你这么难受？怎么会？能拜师封号斗罗，那是我几辈子的福气。我在想我的武魂，作为你的老师，确实该指点指点你。来，亮出你的武魂，让为师好好看看。武魂附体，一瞬间我的皮肤充满了金属的质感，眼睛依旧是黑色，却更加幽深，8根尖锐的长毛从身后破体而出，在空中闪烁着寒芒。为师的武魂碧鳞蛇皇由碧鳞蛇变异而来，属于顶级武魂，但是你的武魂却能压制为师。为师先天魂力接近9级，你却只有7级，你应该先天满魂力才对。武魂压制会不会是因为武魂相克？蜘蛛克制毒蛇吗？蛇克蜘蛛还差不多。小子，全力攻击我！您小心！我操控一只猪毛闪电般刺去，独孤博轻松拿捏，只是在接触的刹那，忍不住惊疑一声，一股巨大的力量让他都差点没抓住。这蜘蛛难道是力量型武魂吗？此外，独孤博看了看掌心，那里有一道明显的白痕，他可是封号斗罗，却差点被一个7级小鬼破了防御。他抬起手捏了捏我武魂附体后的皮肤，很柔软却又充满韧性，仿佛穿了一层软甲。巨大的力量，坚硬的外壳，锋利的攻击，剧烈的毒性，这武魂潜力巨大。独孤博的眼睛越发明亮了，他不再纠结先天7级魂力的事，而是认真教导，告知了一些魂师的基础知识和战斗技巧。不知不觉中，诺丁城到了。这是最近的城市，咱们需要补充一些必备品，然后直接返回天斗城。我来了精神，按照时间线推测，唐三大师和唐大锤此刻都在这座破旧的小城市内。怎么想出去走走？有一个地方我确实想去看看。不久后，诺丁学院门口，这位小兄弟，我们从圣魂村来，这个孩子是我们村子今年送来的工读生。您看，我们需要办理什么手续？站在老杰克面前的门房却是阴阳怪气，根本看不上这一老一小，双方的争执不可避免地开始加剧。
去。终于恼怒的门房直接动手了。恰在此时，跟在老杰克身边的瘦小身影抬起左臂抓住了门房的手，他以一种巧妙的方式卸掉门房的力量。当众人回过神时，门房已经坐倒在地。臭小子，找死！好了，住手吧。正在这时，大师登场阻止了门房的动作。几人简单的交流之后，门房唯唯诺诺的退到一边。老杰克返回村子，大师则带着唐三走进学校内。这一切全部落在躲在一旁的少年和老人眼中。走吧，老师。你不会就是来看刚刚那一幕吧？怎么可能？我是想看看诺丁学院。匹马拉扯日夜兼程，独孤博以最快的速度返回了天斗城。他这一次出来的时间超过了预期，显然有些急切了。我猜测很可能是因为独孤雁。老师，我魂力8级了，多谢老师这些天的谆谆教诲，小子才能提升这么快。不错，乖徒儿的天赋就是好。既然如此，平时的训练量需要增加一些了，最好多一些实战。我的笑容一下子凝固在了脸上，光想着刺激对方，结果把自己往进去了。他这是要合理合法的揍自己啊！此时独孤府一个娇小的身影猛地扑向独孤博，独孤博笑的门牙都露出来了。哎呀，我的小燕燕，明明长高了，怎么还是这么轻？又没有好好吃饭吧？爷爷，您这一次怎么去了这么久？燕燕想死你了。哎，别提了，出了点意外，差点回不来。多亏了这小鬼救了老夫这条老命。独孤雁惊呼一声，看向我的目光立刻变得不同。谢谢你救了我爷爷。燕燕，他叫任小林，爷爷新收的弟子，以后会住在咱们家，你也会多一个玩伴。三人一起走进独孤府，一个50多岁的中年人正恭敬地等候。他叫蛇山，我的管家，66级控制系战魂帝，武魂是蛇血藤，负责整个独孤府的运转。你有什么事找他就行。管家，这是我新收的弟子任小林，我记得燕燕的小院旁边还有一座院子，你给他收拾出来。是。蛇山恭敬地应了一声，又对着我行了一礼。小林少爷，蛇爷爷好。那我应该叫你什么呢？这位，师叔。你叫小林师弟就行，你们俩以后就按年龄不按辈分。我古怪地看着独孤博，亲爱的老师，咱俩不会想一块去了吧？我在独孤府的生活就这样正式开始了。独孤雁显然很开心，现在他总算有小伙伴了，因此最初的几天总是黏着我，就差睡到一起了。看得独孤博眼珠子都绿了。独孤雁，18级控制系战魂师，武魂碧鳞蛇。独孤雁的一双绿瞳变得冰冷无情，颇为修长的双腿缓缓融合，化为一条柔软的蛇尾来回摆动，头发似乎也变长了不少，整个人显得柔弱无骨。同时，一枚黄色的魂环在他的尾巴上下律动，增添了一份魅惑。任小林，8级强攻系战魂师，武魂金甲蛛网。我迅速完成武魂附体，力量有了明显的进步，对于武魂的掌控也越发的纯熟。附体之后，我浑身金灿灿的，8根尖锐的猪毛从身后破体而出，足足有2米多长，在空中闪烁着寒芒。我率先攻击，眨眼的功夫就出现在独孤雁面前，一根长毛直直的刺向对方。独孤雁的身体诡异的扭曲一下，以一种不可思议的角度避开了猪毛，然后对着我喷出了一口绿色的气体。我刚想后退，突然身子一顿，迎面而上。燕燕的毒虽不如我，却绝不好惹。小林居然避都不避，是魂力太低，想快速结束战斗吗？急速的破空声响起，我留下2根猪毛稳住自己的身体，另外6只全部刺向独孤雁。独孤雁的第一魂环明亮一瞬，第一魂技碧鳞红毒，此乃亢奋之毒，开战前释放提升己方20%的力量。独孤雁身体再次扭动，6根猪毛的攻击居然全部落空。师弟，你输了。独孤雁下一刻居然顺着猪毛缠来，只是他刚刚攀上猪毛，身子一下子僵硬在了原地，最后啪嗒一下摔在地上。燕燕，独孤博一个闪身出现在独孤雁的面前。怎么了？燕中毒了。这时我才发现，刚刚独孤雁攀上猪毛想攻击我的时候，被猪毛上的倒刺划伤了。虽然知道金甲蛛网有毒，可是没想到居然这么厉害。独孤博在独孤雁的身上连拍几下，又释放大量的魂力将它整个包裹。独孤雁身上被倒刺划伤的细密伤口处，立刻流出了丝丝黑血，刚刚接触到空气立刻开始淡化。我用鼻子嗅了嗅，不像独孤雁的毒有一股刺鼻的味道，反而是无色无味。脸色惨白的独孤雁大口大口地喘息着，看向我的目光不禁多了一抹惊骇。爷爷，师弟他……我知道，小鬼，你不光是强攻系魂师，你也能当敏攻系魂师，甚至控制系魂师。我点了点头，目光却注视着刚刚恢复的独孤雁，眼中全是担忧。独孤博眼角一阵跳动，朝着我的脑袋就是一个暴力。爷爷，您干什么？不是您让我们2个好好相处吗？怎么又不行了？行，当然行。那明天安排这个小鬼和你一个学校，怎么样？我已经从初级魂师学校毕业了。那又怎么样？这个小鬼已经8级了，你认为他获得第1魂环需要很久吗？估摸着也就半年左右，不如直接去中级魂师学院。不用了，老师直接安排魂师教导我吧，不想去学校。当然，天斗皇家学院那边，我想去阅
阅读他们的书籍。师弟不去，那我也不去了。我要和师弟一起，咱们以后就在家里学习。我会让蛇山给你们安排好的。谢谢爷爷了。看着两人的背影，独孤博久久不动。蛇山缓步来到他的身边，调查有结果了。说，小林少爷的身世很干净，3岁的时候被魂师村的村长汤姆捡到抚养至今，中途他没有离开过魂师村。村民们对这孩子的印象就是好学，魂师村仅有的几本书几乎被他翻烂了。而且我派人调查过，整个大陆所有的蜘蛛武魂几乎和小林少爷都没有关系。几乎。蜘蛛武魂其实很普通，很多平民都会觉醒，但有传承的蜘蛛武魂和小林少爷的差别巨大，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不过据说当今武魂殿的教皇比比东的武魂也是一头蜘蛛，但是他的资料我们根本查不到，只知道是黑暗属性。给2个孩子安排魂师老师教导基础吧，他们有什么需要尽量满足。属下明白。蛇山为我安排了2位魂师老师，一位52级强攻系战魂王，一位55级敏攻系战魂王。平时不主动教导，大多数时候让我自己在书库内看书，等到我有疑问了随时解惑。老师，我的魂力到9级了。独孤博一个闪身来到我身边，抓住我的胳膊感知了一番。怎么可能提升的这么快？小子，你不会是胡来了吧？因为我的武魂金甲蛛王那8只蛛毛拥有吞噬能量的作用。前几天你让李明对你的武魂释放寒气，就是为了这个？对，李明是2位老师之一，他的武魂是一株千年寒心草，外表和蓝樱草很像，却拥有极寒的属性。你怎么发现的？昨天师姐在对我释放魂技的时候，我的8蛛毛也吸收了一些，我当时就感觉魂力很活跃，还以为那是魂技的效果，谁曾想是吞噬能力。小子，你收拾一下，我明天带你去一个地方，大概要在那里待几天。那师姐怎么办？你们2个才多大，怎么着还分不开了？这个时候你们应该想着怎么提升魂力，明白吗？师姐你听到了，这可不关我的事。独孤博一惊，连忙扭头，身后空空如也。老师，以你的实力，师姐靠近的话怎么可能发现不了？看来您不像您说的这么轻松写意。你个小东西，欠揍！和师姐好好商量一下吧，不然咱们都好不了。我可不想看她哭得稀里哗啦的样子。第2天一大早，2个小人带着2个包裹，静静地站在独孤博的面前。独孤博头上的青筋都在跳，孙女居然被一个6岁的小崽子完爆。怎么，爷爷不欢迎我吗？亏我还亲手为爷爷做了点心。独孤博的老脸立刻如菊花绽放。怎么会？我家燕燕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落日森林，当我走进这里的时候，就知道目的地了。果然，在独孤博的带领下，太极图一般的冰火两仪眼出现，极寒和极热居然会同时出现。这是为师意外发现的宝地，在这里植物的生长尤其快速，而且这里的泉水充斥着强大的能量。咱们一会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吸收这泉水中的能量。如果能吸收，你小子以后有福了。爷爷，这里好漂亮，你以前怎么不带我来？不是不带，主要是这里的药草很多都含有剧毒，我想等你长大了再带你来。独孤雁兴致勃勃地看着周围，我也将视线看向四周，这里就是唐三的蜕变之地，也是史莱克七怪的蜕变之地。如果没有这里的仙草，七怪不可能进化成为完全体。现在这里属于自己了。想了一下，我突然指向一株仙草。老师，这玩意我怎么感觉那么眼熟？那是武魂殿那个娘娘腔的武魂，菊斗罗的武魂，那应该是一株很厉害的仙草，对吧？应该是，可惜不知道该怎么使用，总不能直接吞了吧？菊斗罗应该知道怎么使用。你什么意思？你要我去问那娘娘腔？老师，您和武魂殿有仇？我是天斗帝国皇室的供奉，天然和武魂殿不对付。除此之外，你要说有仇那倒也不至于，只能说各为其主。有感觉了。我表情狰狞，大口大口的喘息，双眼却极为兴奋。师弟，你还行吗？没有问题。我努力地控制8株毛分别插进2个水盆内，泉水的力量正在进入我的体内。独孤博眉头紧皱，表情并不开心。小林现在的样子可是有点吓人。2只插进水盆内的猪毛，一只隐隐发红，一只又隐隐发蓝。他本人也被分成了2半，一半不断流汗，一半眼看要结冰。独孤雁站在一旁，眼中全是心疼。我艰难地拔出猪毛，拒绝了独孤雁的搀扶，狼狈地坐在一旁恢复，良久才吐出一口气。比平时的修炼要快很多。老师，师姐，我觉得在这里修炼最多1个月我就能晋级，这还是保守的说法。独孤博正要说话，突然闷哼一声，脚步一个踉跄，差点摔倒。老师，爷爷，没事，陈年旧伤不值一提。您都这样子了，还想骗我？真没有，你看我像身受重伤的样子吗？独孤雁面色微缓，只是眼中还有疑惑和担忧。我却眉头紧锁。深夜等独孤雁睡着后，我直接走进独孤博的帐篷。老师，您中毒了。正在修炼的独孤博猛地睁开眼睛，眼神凌厉。你说什么？其实我在魂师村是村医，村里以前有过一个医生，死了后留下几本遗书，我自学后有了一定基础。老夫玩了一辈子毒，最后自己中了毒。当即独孤博将自己的情况说了一遍，并嘱咐我一定不能告
告诉独孤雁。老师，这里这么多仙草，不能救您吗？肯定有，可惜再好的东西，不懂怎么使用，那就是剧毒。我想过了，真坚持不住的时候，我就吞了那奇荣通天举。自那一天起，我的学习不再是单纯的魂师知识和修炼，还涉及到了一些草药和毒药的基础知识。活动地点变得固定，日常修炼全在冰火两仪眼，理论知识的时候则回到独孤府，顺便恢复身体。眨眼间1年多的时间过去了，我7岁，独孤雁则13岁，同时他的魂力达到了20级，需要获取第2魂环了。你当真不去？不去了，师姐的第2魂环有老师陪着，我很放心。那你呢？什么时候猎取第1魂环？你已经足足耽误了1年时间。这一次你别想用那些废话搪塞我不可能让你这么胡闹下去。老师想多了，虽然没有晋级魂师，我的魂力却并没有停止增加，只是存储在身体内。这些我当然知道，可是越早拥有魂环，越早能形成战力，而且吸收魂环之后，对身体是一种改造，对整体都是一种提升。虽然不吸收魂环，也能继续累积魂力，谁也不知道中途有没有损耗。我已经有了心仪的魂兽，等老师帮师姐猎取魂兽之后，单独和老师出去一趟。最终，独孤雁和独孤博一起去了落日森林，而我则再次返回冰火两仪眼。这一次不像往常那样开始修炼，而是盯上了3株仙草。我留下一封信，然后仔细地回忆原著中唐三的冰火炼体，这才将八角玄冰草和烈火性胶书扔进了嘴里。下一刻，我将衣服全部脱掉，朝着冰火两仪眼及热极寒交汇的地方一跃而下，同时8株毛破体而出，让我整个人犹如大蜘蛛一般漂浮在泉水之上。落日树林深处，爷爷，快一点！怎么了，燕燕？想你的小情郎呢？我总感觉不对劲，师弟这一次似乎在刻意支走我们。你想多了吧？不，爷爷您经常闭关或者外出办事，10天半个月见不到人，您可能感觉不到，我和师弟却很少分开这么长时间。最大的一点，获取第2魂环对我是大事，他怎么可能错过？而且获取魂环完全能一起行动，为什么要分开？爷爷，咱们先回去吧。燕燕，小鬼的年龄虽然比你小，但是却很成熟稳重，我相信他。而且他想做什么事，你回去一趟就能阻止吗？先猎取魂兽吧，看，那就是我为你准备的第2魂兽。前方赫然出现一群五彩斑斓的毒蛇，最强的一条只是看了独孤雁一眼，强大的威慑便夺走了他的行动能力。好强！霸王蛇群体生活，以强大的毒性和肉体闻名。燕燕，那条500年的霸王蛇就是你的目标。独孤博的气息不断攀升，眨眼间的功夫已然提升到了巅峰。黄黄紫紫黑黑黑黑，9个魂环整齐的分布在独孤博身上，强横的气息惊得霸王蛇群一阵躁动不安。独孤博指着一条5米多长的霸王蛇，留下它，然后你们可以滚了。蛇王仇恨地看着独孤博，不断地吐着蛇信，但是在独孤博越发冰冷的注视下，他只能转身离开。爷爷，那蛇王是万年魂兽吗？5万年左右，如果不是我的碧鳞蛇皇压制住了它，普通的封号斗罗也无法让他后退，肯定会厮杀一场。独孤博一个闪身出现在那条留下的霸王蛇面前，一把抓住它的尾巴，用力一甩，空中发出一声爆鸣，它的骨头被全部甩碎了。燕燕，快！独孤雁立刻上前，将匕首狠狠地刺进霸王蛇的眼中。霸王蛇身体一颤，抽搐2下后彻底失去了气息，一枚黄色的魂环漂浮在尸体上。去吧，燕燕。另一边，我发出一声闷哼，缓缓睁开眼睛，看着自己的手掌，眉眼含笑。这是唐三的冰火炼体吗？整个人完全脱胎换骨。我大笑一声，毫不客气地上前一把将奇荣通天举取下，想了一下，将忘川秋水路也预定了，只是吃完后感觉有点不对劲，扭头看去，独孤博和独孤雁正目瞪口呆地看着自己。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的？小子，把我们特意支走就是为了这仙草，你如果真想要这仙草，直接说就是了，何必偷？老师，我确实是有意把你们支走，我的目的也确实是这仙草，但是我是为了您，弟子不才，找到解毒的办法了，请稍等一会儿。随后我闭目开始炼化药力。爷爷，师弟说的解毒是什么意思？您中毒了？你信？你爷爷可是毒斗罗，整个大陆我说用毒第1，谁敢说第2？我怎么中毒？自己毒自己。师弟的话我信。独孤博一时无言，这孙女白养了。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终于醒了过来，抬头就是独孤雁担忧的视线。师姐，不怀疑我吗？本来怀疑，但师弟解释一句我就不怀疑了。这些仙草确实价格不菲，不过师弟想要直接开口就是了，何必用这种方式？我不
禁大笑起来，感觉全身充满了力量，心里也是热乎乎的。老师，我真有办法解您的毒，我服用了3种仙草，用我的写作药引，肯定能配制出解毒的药了。小鬼，难道你以身试药？以后不准做这样的事，听到没有？听到了。独孤博深深地看了我一眼，取走了一些鲜血。其实老师，我还有一种办法，不用药也行。说这个办法前，老师要答应我一件事。说来听听。我即将猎取魂兽，我需要自己全权做主。小鬼，你知道吗？你这么一本正经，老夫的心却在狂跳。你连以身试药都做得出来，你要我怎么信你？我的笑容凝固在脸上，正准备说情的独孤雁也闭上了嘴巴，恼怒地瞪了我一眼。算了，我知道你心里有主意，我能阻止你1次、2次、100次，你只要想做，还是会去做。但是做事需谨慎。现在的你并非孤身一人，我和燕燕都希望你能好好的。独孤博走了，我却明白大麻烦来了。以身试药，哈哈，行，真行，你以后铁定会成为一位伟大的魂师。我上前一步，一把抱住独孤雁，狠狠地在他脸颊上亲了一口，顿时一切尽在掌握。炸裂的小辣椒，别提多乖巧了。匆匆赶回来的独孤博都懵了，自家孙女这么快就被搞定了。此时落日森林，一老两小正在急速的前进，独孤雁的下半身变成了蛇的尾巴，不断的游走，碎石断木完全无法阻挡他的前进。我则用8蛛矛当手脚，灵活的穿行在树林里。至于独孤博，如同鬼魅一般，时不时的出现在2人身边。老师您不用亲自来，有蛇山爷爷足够了。我不来，你这个小鬼指不定弄出什么事。解毒怎么办？独孤博简单的实验后，发现那血液确实能破解他的毒，他大喜过望。只是因为我要猎取魂兽，解毒的事他便往后推了推。几10年都忍了，差这1天2天，小心又有魂兽了。独孤博眯了眯眼睛，注视前方。1000年的金刚蜘蛛和前几次一样，避开吧。我一下子停在了原地，8蛛矛在地上离出2道深深的痕迹。几千年，1000多年，不会超过1500年。小鬼，你别告诉我，你的第1魂环准备要1000年的魂环。对，老师，出发之前咱们说好了，我的魂环我做主。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吸收这1000年魂环。正在进食的金刚蜘蛛还没反应过来，一个巴掌已经拍了下来，他当场昏死过去。爷爷，师弟疯了，你怎么也跟着胡闹？无妨，如果吸收失败了，老夫能强行击碎这枚魂环，只是小鬼要难受一阵子了。我拿出匕首刺进金刚蜘蛛的眼中，一枚淡紫色的魂环浮现在面前。我长长的吐出一口气，盘膝坐下开始吸收。一瞬间，大量的力量冲进体内，我闷哼一声，身体剧烈的颤抖着。独孤博双眼死死的盯着我，一旦我支持不住，他会立刻出手。只是下一刻，他彻底惊呆了。在经过短暂的不适后，我立刻把握住了那股力量，将其引导顺利的纳为己用。早在1年前，我就已经拥有10级魂力，之所以一直不获取魂环，正是因为想越级吸收魂环。冰火炼体配合奇融通天诀，肉体必然强大到不可思议的程度。如果不是条件不允许，连那10万年的蓝银皇右腿骨我都不会放过。这时，一股奇异的波动传来，淡紫色的魂环变得稳定，如同守护一般将我环在其中。以封号斗罗的见识和沉稳，独孤博都有一种如坠梦中的感觉。独孤雁在一旁也是目瞪口呆。爷爷，师弟真的成功了。独孤博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第1魂环就是1000年，往后的魂环又将达到何等程度？在2人的注视下，我缓缓起身，轻轻的活动身体，一阵密集的骨头脆响声传来。感觉怎么样？我自信一笑，8根尖锐的蛛毛从身后弹出，原本的黄金色朝着暗金色转变，只是看上去就给人一种危险的气息。第1魂技金刚化，紫色的魂环猛地一亮，8蛛毛顿时变得更加深邃，微微散发光芒。轻轻的挥动蛛毛，不远处的一颗大石便被切成了2半。独孤博上前抚摸平整的切口，这简直是在切豆腐，连声音都没有。这个魂技对我的蛛毛进行加持，让它力量变得更大，更加锋利，更加坚韧。独孤博连连点头，眼中全是感慨。别着急，老师，还有更好的呢。我微微一笑，再次来到金刚蜘蛛的尸体前，请2位见证意外之喜。魂骨，我用8蛛毛将金刚蜘蛛的尸体分解，露出一枚晶莹的右腿骨。独孤博深吸了一口气，他作为封号斗罗，现在都不是全身魂骨，可想而知魂骨的宝贵。可是下一刻，我的举动让他再次吃惊。我轻轻一抛，魂骨飞向独孤雁。燕燕，这是你的了，不要拒绝，不然我会生气。这枚魂骨你要给燕燕。老师，忘记我对您说过另一种解毒的办法了吗？用不着，以我的实力和身份，想得到魂骨并非难事。既然老师不缺魂骨，那我的全身魂骨就拜托老师了。滚！既然这是小鬼的心意，燕燕你就收下吧。独孤雁笑嘻嘻地坐下，准备吸收魂骨。独孤博看着2个小鬼，不自觉地露出笑容。快点吸收吧，这里终究是魂兽森林。
林，万一蹦出一群魂兽，我也不能保证你们的安全。老师，我的魂力应该是20级了，所以干脆再帮我猎取一头魂兽吧。独孤博陷入了沉默，一个闪身，我来到面前，先是拎了2下，这才释放魂力开始探查。那粘稠的魂力早已停止了运转，进无可进，赫然达到了极限。确实是20级魂力，小鬼，你是怎么做到的？老师，您是不是忘记了？我早在1年前就已经突破了。没有魂环，魂力无法提升，多余的魂力将存储在身体中，等拥有魂环后会再度显现。那你也不可能1年升10级，1000年魂环顶多提升1、2级魂力。独孤博突然恍然大悟，3株仙草为小林不知道提供了多少魂力，也许20级都不是他的极限，他自然不会知道金手指还送了我1级。行，我明白了。那第2魂环你有什么想法吗？要不咱试试万年魂环？别，万年我担心命不够赔的，还是1000年的吧。正常的魂师第3魂环是1500年左右，第4魂环最好在4000年左右。等会儿老师，我前几天无意中听到有人说正常魂师第3魂环最大能吸收1760年，这他妈谁在胡扯？植物魂环和动物魂环的承受力能一样吗？强攻系和治愈系的魂环承受力能一样吗？告诉你小鬼，关于魂环的承载力从来就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如果有人能精准到10年内，那他妈的就是神了。这想法和我不谋而合，我对大师的那套理论也是充满了怀疑。所以小鬼，你准备按照正常魂师的第4魂环4000年左右，还是有别的想法？4、5千年吧，保险一点，最好是蜘蛛类型的魂兽。顺着这里继续前进，我见过一头地穴魔蛛，应该是5000年左右的魂兽。往左前进大概300公里，我见过一群血蜘蛛，族群里有1000年的，咱们可以过去慢慢挑选。太好了，等师姐吸收完魂骨，咱们就动身。不了，寻找魂兽更重要，而且魂骨又不是魂环，它不会消失，等回去后有的是时间吸收。独孤博起身带着2小只再次前进，只是没走多远，突然一阵异响传来，独孤博面色微冷，眼神凌厉。有人！3个人影出现在面前，为首一人对着独孤博恭敬行礼。独孤前辈。独孤博眉头大皱，回了一礼。太子殿下。我一怔，居然是太子雪清河，或者说这应该是武魂殿的少东家千仞雪。我对这个女人一直充满了好奇，小小的年龄便孤身一人来到敌方阵营，女扮男装潜伏多年，更是为武魂殿立下不少功劳，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和智慧？想不到居然在落日森林遇到了。此刻的雪清河大约16、17岁，模样俊朗，身段修长，脸上始终带着温和的笑容，让人心生好感。独孤前辈来落日森林是因为燕燕吗？算是吧，小丫头总算肯努力了，魂力20级了，真是厉害。看来用不了多久，我天斗帝国又将出现一尊独斗罗。这位是？我心里疑惑，雪清河看似不认识自己，其实不然。他在见到自己的第一眼似乎很开心，他的眼中流露出的是怀念和释然，转念之间似乎又有点仇恨。什么鬼？自己作为独斗罗唯一的弟子，雪清河必然有资料，可他这表情怎么像见到熟人？这是我的弟子任小林，这一次我们来落日森林也有他的原因。小林兄弟看上去也就6、7岁，这么早就成为魂师了吗？不愧是独斗罗的高徒。我这弟子要获取的是第2魂环。什么？这一下雪清河是真的震惊了，他身后的2人也瞪圆了眼睛，实在是太厉害了，如此年幼却成为了大魂师，这等天赋听都没有听过。太子殿下，这是陆师傅需要第7魂环，我正好没事出来走走。陆师傅正是雪清河身后的2人之一，但是他的话独孤博并不相信，护卫需要魂环，主人出面，即使那人突破魂圣，雪清河礼贤下士可能性也不大，更何况雪清河作为帝国太子，他的安全最重要，魂兽森林算是他的禁地。既如此，咱们就分开行动吧。也好，小林兄弟，等回到帝都后，为兄准备办场宴会，你老师不让我去，偷偷去的话回来肯定挨揍。独孤雁没忍住，扑哧一声笑了。独孤博也是直翻白眼。小林兄弟是个妙人，咱们下次见。看着雪清河的背影，我突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他会出现在落日森林，目的就是自己。剧情似乎出现巨大的变化。小鬼，离他远点儿，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人。雪清河平时不显山不露水，外表温文尔雅，可是有资格和他竞争地位的人都出了意外，他继承帝位几乎是板上钉钉。老师多虑了，我本就不打算和他有过多的接触。这时一阵奇异的声响传来，有魂兽。独孤博扭头看向一侧，远处的地上趴着的赫然是一头5000年地穴魔蛛。我的第2魂环就他了。独孤博又是熟练的一巴掌，再飞起一脚，地穴魔蛛就被踢到了面前。小心吸收，我在一旁看着，坚持不住的时候我会出手，一定不会有问题。我眼中全是兴奋，同时也挺好奇自己现在究竟有多少魂力。吸收这家伙后，不会瞬间30级吧？我将匕首刺进地穴魔蛛眼睛里，一道深紫色的魂环漂浮在尸体上。我盘膝坐下，开始吸收魂环。另一边跟在雪清河身后的2人相互对视，都有些不明所以。少主这是怎么了？在听到独孤博带着弟子前往落日森林猎取魂兽后，立刻就
跟了过来，打了照面后又毫不留恋的离开。不过他们能察觉到少主现在的心情挺好。少主是想拉拢独孤博，那老毒物有什么值得拉拢？老夫几下就解决掉他。老毒物的实力是差点儿，但是他擅长用毒，战场上他的作用太大了，能当好几位封号斗罗用。而且我感觉少主来这里未必是为了独孤博，那是独孤雁，总不可能是那个小鬼吧？不能吗？那个小鬼资料上是7岁20级。两位封号斗罗都被干沉默了，这天赋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了少主，简直就是一个怪物。要上报总店吗？前面行走的雪清河终于停下了脚步，他扭头冷冷地看着两位封号斗罗。报给谁？那个女人吗？两位封号斗罗有些慌忙地低下头，同时他们很震惊，刚刚的对话明明用的魂力传音，少主居然能听到。从今天开始，天斗城内的一切情报上报武魂殿之前要经过我的手，明白吗？属下遵命。雪清河冷哼一声，深深地看了一落日森林的方向，转身返回了天斗城。终于见到你了，这一次一切都不同了，包括你我，还有那些该死的东西，我一个都不会放过。伴随着一声清鸣，两枚紫色的魂环围绕着我不断盘旋。有了吸收金刚蜘蛛魂环的经验，这一次我无疑更加得心应手。老师小心！我微微一笑，第二枚魂环突然亮了一下。独孤博敏锐地察觉到脚下有异常，他朝前迈了一步，同时一根尖锐的猪毛从地上刺出。那是一根由纯能量组成的猪毛，锋利程度却绝对不逊色本尊多少。独孤博屈指一弹，一道魂力撞击在猪毛上，猪毛一颤，并没有破碎。这就是你的第二魂技？这是猪毛阵，一个群攻魂技。我现在一次性能攻击5个对手，范围大概接近100米。随着我魂力的提升，数量和范围还会提升。这个魂技很厉害。我师弟的2个魂技哪一个不厉害？独孤博瞥了他一眼，这孙女不能要了。魂力消耗程度呢？以我现在的魂力，能够全力释放3次。那对魂力的消耗并不算大。如果是20级的大魂师，那消耗确实不算大。问题是我现在是28级大魂师，这就导致最多2个月又要来一趟落日森林了。突然我注意到独孤博正盯着地穴魔蛛的尸体。老师怎么了？这玩意儿有魂骨吗？我秉承能动手就不动嘴的原则，上前一步将地穴魔蛛的尸体分解，一枚亮晶晶的右腿骨出现在3人面前。返程一切顺利，只是独孤博并没有将我送回冰火两仪眼，而是送回了独孤府。去参加一个宴会如何？老师，宴会还是算了，总感觉去那种地方会更心累。不如您给点钱，我和师姐在天斗城逛逛，顺便买点东西。独孤博扔来一张黑卡，这玩意儿你知道怎么用吧？里面有100万金魂币，想买什么买什么。谢谢老师。对了，小鬼，你怎么知道那仙草能解毒？从2本破书上得到了一些线索，就实验了一把。你疯了！一点线索你就敢实验，真不要命了！那可是仙草，药力有多强，你知道吗？就结果而言，不错。书呢？我在腰间一抹一本书出现在手中，储物装备如100宝囊，这玩意最终还是落到了自己的手上。这是你抄写的书？那2本书实在太破旧了，用手一碰就碎，我只能一点一点的把能看清的内容抄上去。抄完那书也碎得不成样了，风一吹满天飘，救都救不回来。冰火两仪眼内的药草大多蕴含剧毒，这一次是你幸运，下一次绝对不能乱来，明白吗？明白了，您赶紧去研究解药吧。我最近又发现一些古书，等我抄写下来，咱们一起研究。独孤博这才满意的点头离去。天斗城最繁荣的大街上，独孤雁带着我走进拍卖场。天斗拍卖场有悠久的历史，无数的稀珍从这里流出，甚至拍卖过魂骨，因此每一次的大型拍卖都会引来无数人。女侍从出来接待和原著中一样，穿着实在大胆，充满了诱惑。我忍不住偷瞄了2眼。要不买回去你随便看。可以吗？师姐真好。回应我的是一个暴脸，我捂着头直抽抽，一声轻笑从旁边传来，扭头看去，为首的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中年男人，在他的身后跟着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人，发出笑声的是一个小女孩，明眸皓齿，穿着白色的公主裙，分外可爱。宁宗主好。燕燕好久不见，这位是独孤前辈新收的弟子吧？宁荣荣和剑斗罗不禁将视线看了过来，我上前一步恭敬行礼。晚辈任小林，见过宁宗主，见过剑斗罗前辈。好好好，不用那么客气，你和我家蓉蓉年龄相仿，叫我一声叔叔就好。独孤雁又客气了几句后，对着宁荣荣点了点头，拉着我走进了贵宾区。宁风致带着剑斗罗和宁荣荣也走了进来。风致，那个小鬼不简单，剑叔发现了什么？那个小鬼具有很强的攻击性，很锋锐，以他的年龄相当的不错。这不奇怪，独孤博性格乖戾，为人孤傲，几十年来多少人托关系想当他的弟子都被拒绝了，却突然收下这个任小林，肯定不是什么寻常孩子。他的魂力似乎达到了大魂师级别，7岁20多级的强攻系大魂师有点意思。据说人家觉醒武魂的时候，先天魂力才7级，还不
不如蓉蓉，怎么魂力后来居上了？宁荣荣小脸一黑，轻哼一声，剑斗罗神色不悦。宁风致微微一笑，心里却更加留意了，也许用不了30年，对方就会成为一尊强大的魂师。武魂界有7大宗门，又分上3宗和下4宗，其中七宝琉璃宗就是上3宗之一，大陆第一的辅助系魂师，他们也是大陆上最有钱的宗门。宗门就在天斗城周围，和天斗皇室关系很好。太子雪清河就是宁风致的弟子，宗门子弟超过5000，这是任何人都不敢忽视的庞大数量。我爷爷曾经说过，宁风致作为一个大宗门的宗主绝对合格，甚至七宝琉璃宗将在他的带领下变得更加强大，彻底取代昊天宗，成为仅次于武魂殿的魂师势力。不过这和咱们没关系，他那种大人物交给老师应付吧。师姐，你来这里有什么想要的吗？我差一个小侍女，据说这一次的拍卖会会有我想要的东西。拍卖会的物品五花八门，曾经出现过几枚漂亮的宝石。独孤雁对此不屑一顾，倒是宁荣荣多次出手，以碾压的价格拍下物品。宁风致和剑斗罗眼皮子都不抬一下，充分展示了七宝琉璃宗的财力。终于是从推着一个小车走上了高台，车上放着一个四四方方的箱子。各位贵宾，这可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珍藏，请大家注意了，尤其是男性贵宾们。侍从揭开红布，里面是一个11、12岁的小女孩，年龄不大，身体却初见规模，而且她有着绿色的长发以及一条长长的蛇尾，身上的一些部位居然还有细密的鳞片。诸位，这是一位蛇女，她属于武魂觉醒的时候出现了变异，拥有了一些蛇的特征，起拍价10万金魂币，每一次加价不少于1万金魂币。师姐想要的就是这个。独孤雁点了点头。30万金魂币，31万金魂币。独孤雁微微一怔，不是愤怒而是意外。以往只要他叫价，其他人都会选择闭嘴，那是对独斗罗的敬畏。今天竟然有人和他竞价。独孤雁扭头看去，居然是宁荣荣。35万金魂币，36万。宁荣荣表情笑盈盈，看着独孤雁的眼神全是挑衅。独孤雁面色一沉，独斗罗和七宝琉璃宗没过节，他和宁荣荣算不上朋友，却也是点头之交。今天他这是吃错药了。想玩老娘奉陪，37万、38万、40万。两个地位极高的女孩，你一言我一语，眨眼间将价格推到一个让人啧舌的地步。周围的人饶有兴趣地看着，却没有一个人发出声音。我也是一阵头疼。疯了吧，在这种场合斗气。宁风致蹙眉，神色不悦。宗门再有钱也不能这么胡闹吧。蓉蓉，怎么了爸爸？拍卖难道不是价高者得吗？怎么独孤小姐不这么认为，准备用独斗罗来压我？宁小姐说笑了，竞拍自然是价高者得，45万、46万。宁风致面色一沉，刚要喝止，剑斗罗突然拉了他一下，对他轻轻地摇了摇头。这一幕刚好被我看到。师姐，把你的黑卡给我，我来叫价。独孤雁乖巧地将自己的黑卡递来。100万！众人都懵了，100万金魂币买一个女人，脑子有病吧？我笑盈盈地看着宁荣荣，眼神挑衅。蓉蓉小姐，你加价吗？宁荣荣的脸逐渐红温。110万金魂币，200万。周围一片哗然，不少人都诧异地看来，这是哪位？他有那么多钱吗？宁荣荣也被吓到了，他只是任性又不是傻。200万金魂币买一个蛇女，回去后他爸爸绝对狠狠地教训他。剑斗罗和宁风致也是面色微变，看着面含笑容的我，两人居然感觉到一阵压力。小友，你有这么多钱吗？我没有独斗罗有，放心，肯定有人付钱。宁风致和剑斗罗沉默了，宁荣荣瞪着我，嘴巴也闭紧了。拍卖师松了口气，既然如此，那这个蛇女300万。此时天斗拍卖场，在场的人再次失声，这是真的疯了，而且在这个时候叫价。只是当众人看清来人后，又默契地闭上嘴巴。出门之前我就有一种预感，这一次很可能会碰到雪清河。现在我有70%的把握确定，落日森林见到雪清河不是偶然，对方就是冲着自己来的。可是为什么自己只是独斗罗的弟子，值得他这么在意？两位不要因为一个蛇女伤了和气，不如我买下送给两位如何？怎么送？砍成2半，一人一半，横着砍还是竖着劈？一句话让不少人翻白眼。雪清河微微一笑，用传音的方式说了几句话。我没有问题，我也没有问题。那就等拍卖会结束，地点就定在天斗皇家学院，如何？几人神色更加怪异了。这个地点有点意思。1个小时后，天斗皇家学院大操场。师弟，你真要打这一场？师姐对我没有信心。不是，我担心你暴露魂环。师姐多虑了，这种事根本瞒不住。我总不能一辈子不战斗吧？雪清河的办法很简单，魂师的方式胜者为王。因为宁荣荣是辅助魂师，所以他可以带一位同等级的大魂师，谁赢谁带走蛇女。只是新的变化很快就出现了。我愕然地看着围上来的一些人，有几个学生身上的气势极为凌厉，感觉极度危险，还有几个老头，那穿着打扮周身气势，一看就是天斗皇家学院的高层，妥妥的大人物。怎么回事？他们怎么来了？那几个学生是天斗皇家学院内参加高级魂师大赛的种子选手，队长和副队长都已经是魂宗了。那几个年龄大的魂师全是学校的高层，为首的人叫孟神基，黑妖武魂，控制系83级魂斗罗。他左边那位叫白宝山，武魂天星炉，82级防御系魂斗罗。右边那位叫志林，
8世纪控制系魂斗罗，武魂是天青藤。他们3人刚刚接手学校的管理工作，估计你不知道，天斗皇家学院已经被太子雪清河接手，这3人正是他任命的管理员。原著中这3位魂斗罗首次出场是5、6年后，为了唐三他们差点和独孤博发生冲突，只是这3位又结伴出现在这干什么？千仞雪这女人想做什么？宁风致看到场面越来越大，不禁轻轻地揉了揉眉心。剑叔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就是想试试那小子，看看他的实力。不止如此吧，剑叔会有这想法，应该是在蓉蓉叫价之后吧。剑斗罗哑然，我就是看那小子不顺眼。7岁20多级大魂师，他宁荣荣也是7岁，作为七宝琉璃宗的天宠才13级，这差别实在太大了。他原本还是满心的骄傲，现在被打击的粉碎，这巨大的落差让他冲动之下选择了叫价。后面剑斗罗也插了手，将事情逐步闹大，只是多少有点保护宁荣荣的意思。给了你那么多的资源，平时不好好的修炼，倒是学会嫉妒别人了。剑斗罗看到宁荣荣眼珠子都红了，心疼的不得了。好了，风致，不就几百万金魂币吧？别说没花出去，花出去了又怎么样？我给行不行？剑叔不是这么回事。宁风致哭笑不得，他是在乎那110万金魂币的人吗？他只是担心宁荣荣养成恶习。您和古叔太宠这丫头了，那又怎么样？天捅破了，有我和老骨头在，谁不服气来试试我的剑？宁风致深深的叹息，心里却做出了决定，必须找个人好好的管管这个丫头。老师，清河，多亏你居中调和，不然小事而已。倒是那个小家伙让人意外，看似温和，反击的手段倒是凌厉，确实不错。也许一会儿还有惊喜。说的我都有点期待了。清河，让那小家伙一会儿不用留守。看来老师也为小魔女的教育头疼了。沉闷的声响中，一个外表壮硕的身影出现在高台上。11、27级强攻系战魂师，武魂岩石巨人。这是一个外表10来岁的少年，浑身的肌肉疙瘩仿佛一块块岩石。他的个子很高，足足有1.7米，双眼圆瞪，气势逼人。一般的岩石乌龟武魂多数都是防御系，这无疑让我内心的警惕再次提升。任小林武魂金甲蛛网，强攻系战魂师，魂力25级。我想了又想，还是把那个28级给憋了回去。只要没人用魂力探查身体，25和28有区别吗？很快我就发现还是说多了。一向冷静温和的雪清河下巴都要掉了。一个魂环直接升了4级，你吸收的是10万年魂环吗？不可能，你怎么可能这么高？这不冲突，我的魂力早就到了，只是有事办着，没有去魂兽森林。没有魂环并不代表我不能修炼魂力。这句解释让不少人若有所思。魂世界一直都有一些邪门的修炼方式，以自身的生命为代价，短时间内快速的提升实力。想到这一点，雪清河眼底全是冰冷的杀意。独孤博一直不肯收徒，突然收下任小林，也许就是为了做实验。若真是如此，独孤博此人不能留。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每一次吸收魂环和魂骨都会带动魂力的提升，可是要一次提升这么多魂力，任小林是全身魂骨吗？来吧，我也想见识一下进攻的岩石和七宝琉璃塔的增幅。你会见到的，武魂附体。11身上的肌肉变得更加膨胀了，一块块犹如岩石一般，充满了力量感，颜色也朝着灰色进发。它变得更高了，如同一尊猛兽，让人望之生畏。2枚明亮的黄色魂环环绕着他的身体，宁荣荣也进入了战斗状态，如同艺术品一般的七彩宝塔出现在手上，上面漂浮着1枚黄色的魂环。我微微一笑，同样武魂附体，8蛛毛从身后破体而出，2只插在地上代替双脚，支持着我攀升到3米处。俯瞰2人，身体的皮肤朝着黄金色转变。这一次我带给众人的感觉又发生了不同，神态多了一抹威严和神圣，同时2枚紫色的魂环在周身盘旋。见到这一幕，整个斗魂台一片寂静，年轻人率先发出惊呼声，他们一个个不可置信，近乎疯狂般的讨论。黄豆战队的2位正副队长脸上矜持的骄傲消失了，只剩下呆滞。除了他们在场的年长者全是大人物，有封号斗罗，有魂斗罗兼学校高层，有天斗帝国太子兼武魂殿少主，实力最弱的一个也是七宝琉璃宗的宗主。他们也在倒吸冷气。怎么会？第1魂环和第2魂环全是千年，怎么可能做到？闻所未闻，不过倒是有一种可能。什么？双生武魂？应该不是。如果真是双生武魂，独孤博不可能容忍他这么浪费。清河，这就是你说的惊喜，真是吓到老师了。当然不是，我只是感觉这小家伙的武魂很是不凡，却没有想到雪清河是天使武魂先天20级魂力，可是在面对我的武魂时，居然隐隐有几分压迫感，这说明对方武魂的等级非常高。蜘蛛是母系社会，最强者一般都是母蜘蛛，偏偏我给他的感觉足以和比比东对抗。雪清河嘴角带着恶劣的笑容，他很想知道当我站到比比东面前的时候，对方会是什么表情。宁荣荣连大喊大叫都忘记了，倒是11短暂的震惊之后立刻回神。小姐，增幅我。好，7宝转出有琉璃，7宝有名，1月历。七宝琉璃塔开始释放七彩的光，笔直的冲向11，将他笼罩。11身体猛地膨胀一圈，原本宽大的衣服都要破碎了。他发出一声大吼，迈动脚步冲来。对此我只是淡淡一笑，竖起2根猪毛横在面前，仿佛金属交击的声音响彻全场。2人都是站在原地纹丝不动，这一幕让七宝琉璃宗的几人面寒意色。怎么会？11感觉自己一拳打在了钢铁墙壁上，震得手臂发麻。该我了。第3根猪毛从一侧闪电般刺去，11慌忙朝着一侧躲避，噗的一声轻响中，猪毛轻松地刺在11的肩膀上。11惊怒，幸好他躲闪了，不然他已经被对方重创甚至杀死了。愤怒之时，11第1魂环猛地一亮，一块足有
有人头大小的黑色石块凭空出现，以极快的速度撞来。第4根猪毛轻轻在空中划过，愤怒之时被切成2半，消失在半空中。紧接着第5根和第6根猪毛同时发动刺向石翼，石翼猛地后退，并且在地上连连翻滚，这才艰难地避开。差距这么大，在看到对方的魂环后，宁风致就隐约感觉石翼宁荣荣联手依旧不是任小玲的对手，可他绝对没有想到，对方连魂技都没有用，只是站在那里挥动蜘蛛的手臂，就将石翼逼得手忙脚乱。对方的武魂很强，其实我也很意外，在对方打出那一拳时，虽然让猪毛阻挡，却不认为能挡住，都做好借力后退的打算了。谁知道2根猪毛死死地插在地上，就化解了对方的攻击。之后使用猪毛不断的攻击，每一次的切割几乎没有感觉。我再次回忆起独孤博对猪毛的评价：巨大的力量、锋利的攻击、极限的速度、恐怖的毒性。这个想法刚刚划过，扑通一声，石翼摔倒在地，他面色发黑，明显中了剧毒。小林，这场赌斗我们输了，请你帮忙解毒。没问题。我面含笑容的上前，将一只猪毛放在石翼受伤的部位，顿时所有的毒素被猪毛牵引出了石翼身体。石翼的面色逐渐好转，不再是吓死人的乌黑乌黑。大病初愈，记得好好补身子，以免留下病根。雪清河立刻安排人将石翼送回七宝琉璃宗。我收回武魂，朝着独孤雁走去，突然感觉到一道视线笔直的落在自己身上。小魔女宁荣荣正目光炯炯的看着我，眼神复杂，大概是没有想到自己和石翼联手被这么轻松的解决了。雪清河一边拍手一边走了过来，实在是太厉害了，一个魂技都没有用便赢下了胜利。小林兄弟，你让为兄刮目相看啊！太子殿下过奖了，我和师姐还有事，先带着蛇女离开了。不着急，来，为兄为你介绍几个人。早就等候着的梦、神机三人立刻上前。小友你好，不知道小友愿不愿意来天斗皇家学院？我保证2年后的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一定有你的一席之地。我当场懵了，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各个高级魂师学院内25岁以下的年轻魂师相互竞争的地方，也是史莱克七怪和史莱克学院扬名的地方。只是自己今年才7岁，2年后也才9岁，这个年龄就参加。小友，我们没有开玩笑，而且你的年龄确实也需要一个学院上学，不是吗？本人很想上学，只是这件事我们需要征询一下老师的意见。几人面面相觑，不用问也知道，毒斗罗肯定不会同意。只是和学生打交道一辈子的梦神机，看到这么好的苗子，实在不愿意放弃。小友，如果你答应来天斗皇家学院，我可以亲自教导你。在场的人都愣了一下，梦神机是魂斗罗，而且他在学校已经几10年了，在教育学生上绝对比毒斗罗还有话语权。最关键的是，作为学院管理者之一，他既然说出这样的话，那代表学院内的一些资源必然朝着任小玲倾斜。毒斗罗很强，却只是一个人。天斗皇家魂师学院代表天斗帝国魂师的最高学府，所有魂师需要的东西这里都有，两者根本不可比较。独孤小姐也一样，你们2人享有一样的待遇。如果是这样，蓉蓉和石毅也可以加入，七宝琉璃宗也能为你们提供一些帮助。在场的人一下子沉默了，宁荣荣就不用说了，他们都听说过先天魂力9级的七宝琉璃宗娇女石毅，刚刚虽然败了，但还是能看出其强大和潜力。这4人就是一个参赛队伍的核心。任小玲强攻系、兼敏攻系，石毅强攻系，独孤雁控制系，宁荣荣辅助系，梦神机眼珠子都红了。另外2位魂斗罗呼吸也变得急促。每一个高级魂师学院都有一个梦想，打败武魂殿学院的参赛队伍。现在他们似乎看到了希望。雪清河在一旁帮腔，告诉我来到天斗皇家学院的种种好处。最后我以询问老师为由，3天后给答复，这才离开。这么受欢迎，感觉怎么样？你倒是一声不吭，很清闲吗？人家冲着你来的，我插嘴有什么用？我只是一个13岁的22级大魂师。不要着急嘛，乖乖师姐，我保证1年内你最少提升5级魂力。去，什么乖乖师姐？你就一个小流氓，以后还不知道要招惹多少女孩子。师姐怎能如此冤枉我？那你倒是说说为什么要偷看我的小蛇女？从上车你就在偷瞄，你以为我没有发现？此刻2人坐在马车内，小蛇女正畏惧地缩在一旁。她换上了一套贵族服饰，配上她那独特的外表，楚楚可怜的表情形成一种别样的魅力，很是吸引人。我干咳一声，正要说话，却被独孤雁毫不客气地打断。别说话，小丫头以后叫我主人，听到了吗？是。你给人家取个名字。我看了看对方那绿色的头发，青色的蛇尾，就叫小青吧。不错的名字，记住了吗？以后你就叫小青，你是我的奴隶。返回独孤府后，我们立刻来到了大厅。可惜整个独孤府除了护卫，只有蛇山。爷爷呢？主人并没有回来。蛇爷爷，我和师姐在外面的事，您说老师知道吗？应该知道，小林少爷，老奴认为主人的意思是让你们自己做主。师姐，你说雪清河为什么想让咱们加入天斗皇家学院？难道他想拉拢你？你不知道，爷爷虽然是皇室供奉，却和血腥亲王关系更好，但血腥亲王和太子关系不好，隐隐敌对。那你认为咱们该加入天斗皇家学院吗？你做主就行。加入吧，太子和宁风致都表达了这个意思，3位魂斗罗更是亲自邀请，而且天斗皇家学院确实有咱们需要的修炼资源。随便，只要能和师弟在一起，去哪儿都一样。那师姐赶紧吸收魂骨吧，不用考虑我有自己的想法，至少我是绝对不会吸收的。独孤雁手在腰间一
抹，一枚晶莹的右腿骨出现在他的手上。独孤雁不再犹豫，将其按在自己的右腿上。魂骨的吸收最为轻松，不过半个时辰，独孤雁就睁开了眼睛。师弟，我的魂力24级了！恭喜！我说了，师姐1年内最少提升5级魂力，你看这就2级了。去，这是吸收了魂骨，你认为这玩意儿很常见，能经常吸收吗？我笑得别有深意。尖锐的破空声响起，我将猪毛横在面前挡住蛇尾的攻击。师弟，这个魂技太强了！独孤雁蛇信不断的吞吐，纤细的腰肢也在不断的扭动，看得我有点心热。最近师姐的发育是不是有点快了？这个魂技确实不错，刚好弥补师姐近战不足这一点。独孤雁使用的正是地穴魔蛛右腿骨的魂技，会使她的尾部变得更加坚韧有力量，一尾下去甚至能将人抽成2半。独孤雁得意一笑，张嘴对着我就喷了一口毒物。姐姐哟，你又忘记了，毒对我没用。我的猪毛用力一挥，毒物被整齐的切成2半，中途猪毛顺便还吸收了一点毒物，转化为魂力进入体内，让我的魂力一阵沸腾。不打了！独孤雁收回武魂附体，一脸不爽。对上师弟他就没有赢过，对方连魂技都不用，单纯的使用武魂就将他击败了。次次都是如此，太无聊了。一旁的蛇山示意小青为2人递上水和毛巾，眼中全是赞叹。小姐和少爷的进步实在太快了，尤其是少爷，短短1个月时间，他对武魂的使用明显更加得心应手，魂力也有了明显的进步，日后绝对能撑起独孤府，成为整个大陆赫赫有名的强者。蛇爷爷，老师回来了吗？回来一趟又走了，主人应该有急事。那我们的事，你们的事主人说了，自己看着办。事实上，独孤博听了这事，确实做过一些指示，但是梦神姬亲自来了一趟后，独孤博就改变了主意。既如此，那以后除了在冰火两仪眼的修炼，其他时间都留在学院吧。师姐呢？我没意见。李明2人将贴身保护2位，虽然是天斗城，但少爷小姐依旧不可大意，尤其是小林少爷，最近天斗城内已经开始流传你的事了。路上，独孤雁笑得像一只小狐狸，分外可爱，缩进我怀里拱啊拱。师弟，我又晋级了！1个月的苦修，他现在的魂力来到25级，太厉害了！也许用不了1年，师姐就能获取第3魂环了。有可能啊，你呢？我也许比师姐快一点。我确定自己体内30级的魂力，当然我现在可不敢去获取魂环。7岁的孩子30级魂尊，这就有点太可怕了，很难保证千仞雪不会提前出手干掉自己。毕竟对方的阵营属于武魂殿，自己则隐隐被划分到了天斗皇室这边。我和独孤雁刚刚走进天斗皇家学院，一个人影就出现在面前。跟我来！一股强大的魂力弥漫，梦神姬带着我们眨眼间就出现在一个宽敞的教室内。宁荣荣和石毅也在这里。关于上一次的课程有什么疑问吗？我立刻将最近总结的一些问题一一问出，梦神姬细心的解答，并且举出不同的例子。时间飞逝，当梦神姬的教课结束后，一位魂圣走进教室。接下来是实战训练，这一次我为你们4个准备了大惊喜。4人都有点头疼，惊悚才对吧？这个魂圣名叫海洋，77级强攻系战魂圣，武魂是独角海象。他训练人的时候没轻没重，充分展现了什么叫只要练不死就往死里练。我能在1个月时间内对武魂的掌控更上一层楼。他鞠躬致伟，老师你悠着点，一直走钢丝，小心摔下去。放心，绝对不让你们出事。老师我很爱护你们的。斗魂台已经有几个身影在等候了。师弟，他们是黄豆战队的人。要是没有记错，大赛还有2年时间。此刻的黄豆战队成员几乎都是20岁左右，最大的一位卡着大赛的边，现在已经快23岁了。海洋老师，你这么玩行吗？别废话了，给你们1炷香的时间，你们要打倒他们4个。现在开始商量战术，商量好直接上。海洋干脆的拿起一根香，手指一搓，将其点燃，插在了地上。你们熟悉这4人吗？大体了解，我爸爸曾经想让我参加黄豆战队。说说，至少咱们需要知道他们是什么系武魂以及大体等级。最左边的那位真名不知，绰号武大棒，强攻系，魂力最少35级。他的武魂就是一根棒子，但是这棒子和昊天锤有几分相似，据说全力施展之下已经有上千斤的重量。几人默默点头，倒是石毅诧异的看着宁荣荣，这位小公主居然这么配合，不会是假消息吧？左侧第2位名叫张虎，武魂火焰虎，35级左右的魂力，强攻系。第3位贾相生，武魂是盾牌，防御系魂师，魂力应该也在35级左右。最后那个女人我不认识。很不错了，石毅，解决掉张虎有没有问题？我只是大魂师，对方却是魂尊，接近10级的魂力差距，这怎么打？师姐和宁荣荣会一起增幅你，你一定要给我拖住张虎。行，那你呢？你要对付武大棒？我没有回答，而是看向独孤雁，想办法拖住那个女人。没问题。对了，开战之前先这样，明白了吗？明白。那就开始吧。此时天斗皇家学院斗魂场，7个人释放出自己的魂环，石毅2黄，独孤雁2黄，宁荣荣1黄，武大棒、贾相生和张虎都是2黄1紫。最后一个女人眉眼含笑，却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小心点，最后一个女人是魂宗。几人都有点傻眼。海洋，你是真彪啊！同时我的魂环也得到了释放，不管看多少次，那2枚紫色的魂环依旧让人眼热。上！几人瞬间出手，独孤雁没有在第一时间释放毒性，而是对着武大棒甩出了蛇尾。石毅也对着武大棒释放第1魂技愤怒之时，我更是笔直的冲向武大棒，背后的8根猪毛闪烁着寒芒。什么意思？什么情况？什么状况？你们居然将第1目标对准了我！哈哈，不错，这下武大棒要怎么办？2道攻击
击避开的话，就要面临任小林的突进，而且这2道攻击，一个是点，一个是线，不容易避开。但正面承受2个攻击，以血肉之躯硬抗魂技，疯了吧？果然，武大棒咬牙，有些狼狈地冲着一侧躲去，成功避开了攻击。这时我也来到了他的面前，当我好欺负吗，小鬼？武大棒第一魂环猛地一亮，那仿佛金属铸就的大棒逐渐变成了黑色，一股危险的气息弥漫。武大棒朝着我挥出了大棒，那速度奇快，力量更是排山倒海一般。你的速度比我慢。双方的攻击撞击在一起，一声巨大的金属撞击声中，武大棒被抛飞了。不可能，即使我的力量远远没有爆发，那也是绝对的力量型。一只蜘蛛怎么可能在力量上和我对碰？更何况我的魂力高他那么多。我2只猪毛当脚快速的移动起来，武大棒几乎是刚刚落地，我就已经追了上来。看招！混蛋！武大棒只能将大棒子横起来抵挡攻击，但是我有8根猪毛，即使有2根当了脚，依旧有6根能进攻，又留下2根防御，其他4根不断的刺向武大棒，一时间将他打得狼狈不堪。一旁的女人一脸嫌弃，武大棒是黄豆战队的核心，内定的正式成员，22岁的他魂力已经达到了38级，不出意外2年后的魂师大赛，他绝对能以魂宗的身份出场。现在居然被一个7岁的大魂师打得上蹿下跳，他都懒得说了丢人。这时武大棒第2魂环释放出光芒，我发现对方的速度突然提升了，心里有了猜测。呵呵，小弟弟没有错，这小子的第1魂环提升力量，第2魂环提升攻击速度。我再次展开了攻击，武大棒又开始手忙脚乱了，因为我手多。终于武大棒忍不住了，第3魂环猛地亮起，比任何魂环都要闪亮，散发出的魂力也是最强的一次。巨力冲击！武大棒将手上的铁棍狠狠地插在地上，瞬间一股巨大的冲击以它为中心，朝着4周扩散。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冲击撞击的飞了出去，人在半空中的时候，第2魂环终于亮了。猪毛阵！随着我的落地，刚准备拎着棍子砸上来的武大棒突然面色大变，一根尖锐的猪毛从地上刺出，武大棒疯狂闪避，依旧被划伤了大腿。赢了！我露出一抹欣喜的笑容，以自己的剧毒，只要被划伤对方，必然中毒失去战斗能力。一旁的女人眉头也是微微蹙起。你！武大棒颤抖着手指着我，不过2个呼吸他就两眼一翻摔倒在地。请解毒，在你解毒的时候不会攻击你。真的？当然，我要想攻击你，你和武大棒打的时候，我就足够发动数10次进攻了。行，你说的。我解毒的时候你不攻击。我上前一把将武大棒抄起，然后冲向张虎几人。女人一呆，紧接着哭笑不得。她确实在帮忙解毒，可她也在攻击。老师，这小子我算是服了，明明长得那么好看，怎么办事那么猥琐？你就这么退了？等他们打赢之后，我再上。小心阴沟里翻船。女人只是轻哼一声，对此海洋只是淡淡一笑，没有多说。只见独孤雁疯狂地甩动尾巴抽向假箱上，偏偏对方的武魂是盾牌，可惜独孤雁擅长用毒，这玩意对他而言天克，有盾牌不代表不用呼吸，因此在独孤雁对着他喷了一口毒后，就开始用尾巴不断地抽他，以此减少他的闪避空间，同时加速他的体力消耗。我防着对方，张虎抓紧攻击，把他们解决掉。如果2人单挑10亿必败，偏偏10亿的身边有2个辅助，宁荣荣为其增加了30%的力量。独孤雁的红毒和蓝毒，一个是全面提升攻击力和速度的亢奋之毒，一个是提升肉体力量和防御的强化之毒。这几套叠加上去，10亿直接和张虎正面硬刚了，而且吃亏的居然是张虎。几次对碰之后，他感觉自己的半边身体都麻木。小伙子们，我来了！我肩上扛着武大棒，笑眯眯地跑来。张虎和贾香生面色不禁发青，又来了一个毒王！快速结束战斗吧，看我的第2魂技！2个猪毛从我脚下弹射而出，贾香生和张虎尽可能的想躲避，独孤雁和10亿可是不同意，全力纠缠，我也冲了上去。最终张虎和贾香生相继被划伤。赢了！赢？你想什么呢？剩下那个正准备登场呢，那才是最终 BOSS。正往斗魂台上走的女人脚步微顿。任小林，你很有趣。别呀，当一个女人对男人感兴趣的时候，就是她沦陷的开始。我现在可不想惹那么多外债。小鬼，你算男人吗？毛都没长齐，对你都没开始长。我小脸一黑，其他几人也是忍俊不禁，尤其是海洋笑的那叫一个大声。不过你们的表现确实不错。我的名字叫夜莺，武魂暗影蛇，敏攻系41级魂宗。夜莺姐姐，叫阿姨。什么鬼？女人不是都想被叫年轻吗？怎么有人反其道而行？我今天都21了，你才7岁，叫我阿姨合适？我来回活动自己的手脚，同时一脚将武大棒踹飞。女人，你成功引起了我的兴趣。是吗？我的荣幸。夜莺的外表发生了变化，一枚枚细密的黑色鳞片浮现在皮肤上，修长的双腿变成了蛇尾，满头黑色的长发变得更长了，黑色的眼瞳变成淡紫色的树瞳，同时食指上弹出10根尖锐的指甲，2黄2紫4枚魂环出现在他的身上，和独孤雁的外表很像，但是对方的气息却比独孤雁危险数倍，七彩的光芒笼罩在我身上。这一刻我的力量出奇强大，是宁荣荣奶了一口，独孤雁不甘示弱，同样呸了2口，蓝毒和红毒。小家伙们，我先攻击了。夜莺的第1魂技亮了起来，他整个人化为一道影子，闪电般的冲向几人。我的4根猪毛同时刺了上去，那道影子诡异的扭曲几下，我的攻击竟全部落空。下一刻影子已经缠绕住了宁荣荣。下台吧，小丫头。随着一声闷响，宁荣荣被扔出了斗魂台，独孤雁张嘴喷出一口毒雾，夜莺却再度化为影子直扑10亿。岩石，
冲击！石毅的身体变成灰褐色，体型也大了一圈，身上宽大的衣服隐隐要破碎，向夜莺发起了冲锋。愚蠢！我用八蛛矛毫不犹豫地对着石毅刺去，反应不错，可惜迟了。闷响声中，石毅的冲锋居然撞在了独孤雁身上，毫无防备的独孤雁尖叫一声，被硬生生地撞出了斗魂台。怎么会这样？小家伙，你太紧张了，看到我冲来，你先乱了阵脚。夜莺突然化为一条巨蛇，狠狠地咬向石毅。恰在这时，海洋的声音响起：石毅出局。一团水凭空出现，蛇嘴咬在了水上。夜莺不爽地瞪了海洋一眼，甩了甩头，将视线看向最后一人。我深呼吸，让自己的心情平复。以前的胜利并非自己太强，而是对手太弱。不过这才有意思。低笑一声，眼瞳逐渐变成了金色树瞳，皮肤逐渐变暗。你怎么了？你猜？我猜个屁，小屁孩儿！夜莺第一魂技再次发动，它化为影子笔直的冲来。我依旧是长台，2根猪毛当脚支撑起身体，2根猪毛作为防御力量，4根猪毛作为攻击武器。看着冲来的夜莺，我唇角勾了勾，4根猪毛同时攻击。我靠！夜莺居然有一种被封锁的感觉，它不但停止了进攻，更是退了回去。海洋也露出一抹玩味，有点意思。你看穿了我的动作。对，我的武魂是变异武魂，在桐树上似乎也发生了异变，能让我看得更清。对此夜莺并不奇怪，变异武魂总会有一些特殊之处。他的第二魂技猛地亮起，腹部快速鼓起，一股腥臭的毒气从嘴中喷出。这毒并非朝着一个方向去，而是四周扩散，眨眼间布满了整个斗魂台。我微微一怔，旋即笑了。笑什么？夜莺的毒即使魂王中招都会影响状态，你一个大魂师怕是会瞬间倒下吧？不，相信我，这玩意儿的效果大概比我的亢奋之毒都要好。只见我探出自己的猪毛，在毒气中快速穿梭，每一次都能带走大片的毒气，没几下周围的毒气就被清扫一空，我的气息反而更加凌厉了。我从来都不是师弟的对手，正是因为我最擅长的毒对他根本没有用。有用你也打不过他，别给自己脸上贴金了。你真当老娘好惹？别人怕你七宝琉璃宗，老娘可不怕。独孤雁冷笑一声，武魂瞬间附体。老娘也不怕你。行了行了，一会让你们3个也打一场，现在就别废话了，看上面那2人的战斗吧。斗魂台上我开始反击了，速度绝对不弱于夜莺，2只猪毛带动身体急速逼近，另外2只猪毛狠狠地刺向夜莺，在地上闪过一道残影，轻松避开，紧接着又是2道猪毛刺来，夜莺面色微变，前面2根封住了他的一个区域，后面2个又封住了一个区域，如果撤退，最初的2根猪毛必然攻击要害，更何况对方还有4根猪毛未曾使用，不能避了。夜莺的第3魂技猛然亮起，任小林。我下意识地看了对方一眼，正好和他的眼睛对上，眩晕感袭来。该结束了，小鬼。确实该结束了，阿姨。我2根猪毛猛地刺向夜莺，不可能。夜莺正准备避开，突然我眼中闪过一抹暗金色，下一刻他的脑子一阵晕眩。虽然只持续了1瞬，可是很多战斗一瞬间足够决定了，尤其是我这种强攻兼具敏攻的类型，面对我的攻击，夜莺用出了最后的防御型魂技，他的身体密密麻麻的布满了细碎的鳞片，可是他依旧被我一棍子捅出了斗魂台。落地的瞬间，夜莺知道自己败了，不光是离开了斗魂台，更因为他受伤了，我的猪毛洞穿了他的防御，终于结束了。我长长的松了口气，揉了揉眉心，在不久前服用了忘川秋水，陆成功开启了瞳术，第一次使用瞳术战斗，头有点疼。这时海洋走到了台上。好了，小伙子小姑娘们，过来咱们做一个总结，有没有谁想先发言？我们很幸运。你的意思是你们之所以能赢多，亏了运气？对，知道就好。当然我们也要多谢几位的配合，你们让我明白了什么叫自己往枪口上撞。吴大棒差点一口血喷出来，海洋忍不住大笑。行了，详细说说你的感悟。我知道你是一个有想法的小鬼。其实可以总结的内容不多，对方大意了，我们又有对方的一些情报，组成了克制对方的阵容，而且他们的行为让我感觉在放水。作为一个魂师，情报很重要，可以针对性的布置战术，至于放水这个倒是没有。海洋瞥了几个黄豆战队的成员一眼，他们只是看不上你们，谁能想到阴沟里翻了船。几句话让黄豆战队的人头都低了下去，一个魂宗带着3个魂尊，被3个大魂师带着一个魂师打败了，丢人，太丢人了。突然海洋扭头看向一个方向，出来吧，还要我请你们吗？几个人走了出来，赫然是黄豆战队的其他人。怎么，你们是不是也想说，如果不是大意，你们肯定不会输？黄豆战队的人低着头没敢吭声。海洋一声冷哼，一股强大的魂力汹涌而出，几人纷纷闷哼一声。天才是什么玩意儿？7级以上的先天魂力就有了资格成为封号斗罗。你们掰着手指头数数，大陆上有几个封号斗罗？活下来的天才才是天才。如果你们刚刚不是在斗魂，而是死战，你们已经死了，懂吗？从今天开始训练加倍。我知道你们依旧不服气，不过别让我看出来，不然看我怎么收拾你们。黄豆战队的人打了个哆嗦，老老实实的应下。之后海洋让我们几人回去休整，明天他会带我们去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在几人准备散开的时候，我突然喊住了宁荣荣。干嘛？知道我
我要教训你师姐，替她说情吗？放屁！谁教训谁还不知道呢？你个臭丫头！你说什么？行了，明天你们想怎么打都行。我教主，你想让你帮我传句话。什么？告诉你的父亲宁风致宗主，我明天会去七宝琉璃宗拜访他。行，我帮你传话。不过明天我揍了你师姐，你不会替她报仇吧？独孤雁气得要炸了，这死丫头明明年龄比她小，却总能轻易完成挑衅。我无奈上前将独孤雁抱住。师姐乖，我们走。你怎么会想去七宝琉璃宗？宁风致那个人外表温文尔雅，可是他毕竟是七宝琉璃宗的宗主。我知道，咱们回去说。当两人返回独孤府的时候，正巧见到独孤博。爷爷，你回来了。看老师这脸色红润，难掩喜色，莫不是？不错，毒解了心结也解开了，浑身轻松，魂力都提升了1级，为师现在是92级封号斗罗了。恭喜老师，这么一来，师姐也不用担心了。整天师姐师弟的，老夫倒是成了多余的。随后独孤博拿出一瓶药，燕燕，这个给你，每天1枚，剩下的你就不用管了，爷爷肯定让你健健康康的。谢谢师弟。怎么成他的功劳了？您忘记药引了，而且没有师弟，您能研究出解药？这还是亲孙女吗？老师，您回来的正好，我有事想和您说。独孤雁不满地撅着嘴，和蛇山一起离开了。说吧，什么事？我明天要去拜访七宝琉璃宗的宁风致，您和我一起吧。你要见宁风致做什么？这件事想好怎么骗为师了？小鬼，你真当老夫这几10年的饭白吃了？早他妈发现你不对劲了，不由得苦笑。颠三很多事完全不需要说，人家就当看不见，比如玄天宫，比如各种暗器，比如那和正常小孩不一样的成熟，而自己辛辛苦苦编好了，人家却一眼发现配角和主角的差距这么大吗？行了，为师懒得管那些，你也别瞎编乱造的骗为师，直接说你想做什么，需要为师怎么配合。我也不纠结，缓缓地将自己的计划说了出来。饶是独孤博有了准备，依旧被惊得差点跳起来。你有把握吗？本来没有把握，不过有老师在把握就大上不少。老师您是天斗皇室的供奉，谅他宁风致也不敢胡来。第二天，独孤博带着我和独孤雁去了七宝琉璃宗。当3人走到门口的时候，有4人已经在等候了。宁风致、宁荣荣、剑斗罗陈星、古斗罗古荣，显然给足了面子。宁风致、剑兄、古兄，好久不见！欢迎独孤前辈，老毒物你又突破了，侥幸突破了1级，依旧比不上2位。不错嘛，老毒物，有时间较量一下。几人走进七宝琉璃宗。蓉蓉，你不是要和燕燕较量一下吗？去吧，走吧，看我怎么收拾你！小心一会儿，我揍得你哭！谁哭还不知道呢？对此，在场的几个人都没有在意，2个小丫头的斗气有什么值得看的？更何况有七宝琉璃宗的高手在一旁观战，想出事都难。小林，你每一次都会让我惊讶，有30级了吧？怎么不去获取魂环？剑骨2位封号斗罗同时惊呼一声，目光直直的看来，独孤博都惊呆了。啥玩意？自己弟子30级了？面对4人的视线，我头上冒汗，原本准备好的话全被塞回了肚子里，被发现了，怎么可能？宁风致的七宝琉璃塔还有这功能吗？小林别紧张，叔叔只是比较好奇。当然，对于你7岁就能魂力30级，叔叔也很惊讶。宁宗主，小鬼的一点小事不值一提，还是说说我们的目的吧。独孤博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孙贼，咱们回去再算账。宁宗主，我想和七宝琉璃宗做一个交易。交易什么？我要1块魂骨，最少3万年。宁宗主如果肯答应，我就告诉你一个消息。宁风致3人纷纷睁大了眼睛。小鬼，一个消息你就要1块万年的魂骨，你疯了还是我们疯了？魂骨何等稀有，任何1块魂骨的出现都会引发腥风血雨，更何况1块3万年的魂骨，那完全是无价之宝，包括武魂殿的很多封号斗罗身上都没有6块魂骨。如果这个消息事关一头10万年魂兽呢？而且还是一头化为人形的10万年魂兽。此话一出，气氛顿时变得紧张，桌子上的茶杯都被魂力震碎了。剑骨2位封号斗罗的气息凌乱了。独孤博悄无声息地给我输送了一道魂力护体。如果这个消息是真实的，那确实值1块3万年魂骨。只是我很好奇，为什么把这个消息卖给我们？不是不想要，而是做不到。这句话再次让七宝琉璃宗的几人皱眉。任小林的身后可是有毒斗罗，他却说做不到，这就值得深思了。这头魂兽有主了吗？算是吧。小林，我不是怀疑你，如果这头魂兽已经被人抓了，我们总不能打上门去讨要吧？看来这交易是做不成了，那就算了。等等，到底是孩子沉不住气，叔叔什么时候说这交易不进行了？宁宗主肯交易？当然，不过我也有要求，小林，你必须把自己知道的所有关于10万年魂兽的事全部告诉我。没有问题。稍等，我去取魂骨。随后，剑斗罗和宁风致一同离去。小家伙真了不起，才7岁居然面不改色的和风致做交易，除了太子雪清河，你是我见过的第1人。都是老师教得好。得了吧，这个老毒物教你杀人，教你配毒，我倒是相信。你说他教你这些，老骨头，你什么意思？看不起老夫？两位，咱们是来谈生意的，买卖不成仁义在。古斗罗大人，
你也不想一会儿的消息里我忘记某些关键的东西吧？毕竟记忆这玩意儿容易出错。好小子敢威胁我，不错，真不错。您息怒，蓉蓉大概要和我组武魂战队，我一定多多照顾她，绝不让她受伤。古荣又是一阵翻白眼，这个小鬼居然2次威胁他，该怎么做才能给他一点教训？此时七宝琉璃宗剑斗罗看着宁风致将一块晶莹的左腿骨收进储物装备内。风致，你真要把这玩意给那个小鬼？不然呢？交易完后干掉他们，以我和老骨头的实力，有你辅助，那老毒物都逃不掉。不可能，独孤博是皇室供奉，和血腥亲王关系极好，他敢孤身前来，不可能不做安排。皇室又怎么样？他们最近的一些小动作，老夫早就心生厌烦了，正好给他们一个教训。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剑叔，您觉得任小林怎么样？不错，能面不改色的和你交易，又有如此天赋，30年后肯定是个人物。唐昊最年轻的封号斗罗，大概要被打破了。那您说他和蓉蓉怎么样？什么？这怎么可能？为什么不可能？不是说这小子和独孤博那孙女？那又怎么样？正好能把独孤博一起拉拢过来。剑斗罗又是一代，宁风致突然有些疲惫地揉了揉眉心。剑叔，太过得意忘形了，否则皇室不会针对咱们。他刚刚接手七宝琉璃宗时，不过40余岁，正值壮年。他本人又有能力，手腕高明，运气也不错，正好赶上昊天宗和武魂殿发生冲突。本以为要发生一场影响整个魂世界的大战，谁知道昊天宗缩脖子了，武魂殿也受到一定影响，这给了七宝琉璃宗发展的机会。短短的10余年时间，宁风致就带着七宝琉璃宗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他本人更是收下天斗帝国太子为徒，何等风光！结果呢，武魂殿看他不顺眼，皇室暗暗针对他。这2年宁风致是真的累了，他已经在考虑几10年后宁荣荣能不能接下七宝琉璃宗这个庞然大物。和蓝电霸王龙这些强攻系武魂不一样，七宝琉璃塔本身没有任何攻击力，所以七宝琉璃宗的直系只能仰仗其他人。他们这种情况放在武魂殿和7大宗门中也是独一份，这无疑又增加了难度。所以宁风致开始考虑从小培养一个值得信赖的人，让他和宁荣荣一起接手七宝琉璃宗。石毅就是他看好的人之一，谁曾想冒出来一个鬼才任小林。沉重的木盒放在了桌子上，宁风致将其打开，一枚晶莹的左腿骨出现在几人面前。这是我七宝琉璃宗的一位前辈死后所留，4万多年的飓风亚龙左腿骨，请前辈检查一下。独孤博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上前，简单的检查之后点了点头。我上前一步，直接拿起了魂骨收进百宝囊内。这东西归我了。这一幕看得独孤博头皮发麻。当然，这块魂骨属于你了，只是我明白，那头10万年的魂兽在我的家乡诺丁城，或者说诺丁初级魂师学院，一个偏僻的魂师学院。这一点倒是正常，10万年魂兽化形后都会选择这样的地方。小林，为什么你自己不要这人形魂兽？这可是一个10万年魂环和魂骨。我最近看了很多书，了解不少大陆上发生的一些事。那头10万年魂兽的身边出现过一个打铁匠，名叫唐昊。宁风致和剑骨2位封号斗罗相互对视，心下了然，这就不奇怪任小林为什么选择将秘密卖给他们了。唐昊很强，至少独孤博完全不是对手。小林，谢谢你。我知道你之所以选择七宝琉璃宗，是因为你知道我七宝琉璃宗有实力得到魂兽。这是双赢，不好吗？有好处大家一起来，又不是一次性买卖。宁风致赞许的点了点头。小林，看梦神机的样子，是准备让你们组魂师战斗，也许在7年后会让你们参加一届魂师大赛。蓉蓉这孩子被我宠坏了，兜兜费心。宁宗主放心，叫什么宁宗主，不要见外，叫叔叔就好。独孤博古怪的看着宁风致，眯了眯眼睛，不知道在想什么。之后宁风致热情的招待几人喝茶，又安排了一个小范围的饭局。至于独孤雁和宁荣荣他们的战斗，几人提都没有提，而且打完之后3人都是气鼓鼓的过来，估计谁也没有占到便宜，这倒是让我有点惊讶。我赢了，把宁荣荣狠狠的教训了一顿。只有2个魂环，我估计会输，可是我有一个高达5000年的魂骨，怎么可能会输？那为什么你在吃饭的时候气鼓鼓的？废话，在人家的地盘上揍了人家闺女，你不装一下，总不能指望爷爷吧？人家2位封号斗罗单独拎一个出来，他都打不过。独孤博好悬没给气昏过去，这小丫头太放肆了，现在都敢嘲讽自己了，我也是一阵哭笑不得。先去冰火2仪眼吧，有点东西该给你们了。说到这个，小子，你是不是该告诉我，你什么时候突破30级了？师弟30级了，第2魂环才获取几天啊？这是飞起来了吗？不是我想瞒着你们，主要是太快了，我担心吓到你们。把我一通胖揍之后，独孤博舒服了，在七宝琉璃宗受到了惊吓，又被自己孙女给鄙视了，心里早就憋了一肚子火。师姐，你怎么不救我？你需要吗？你都30级了，你不是也快了吗？你刺激谁呢？我才25级。随后独孤雁的神色转为呆滞，独孤博也懵了，只见一个木盒子出现在我手上，强大的魂力充斥整个马车。小鬼，这东西你要给燕燕？对，我要给我的亲师姐。这难道是4万多年的飓风左腿骨？师姐，我确实30级了，之所以不告诉你，就是想和你一起晋级。有了这块魂骨，你的魂力肯定进步飞快。不等独孤雁回过神，我已经拿起魂骨按在了他的腿上。独孤雁闷哼一声，连忙闭上眼睛开始消化。这庞大的魂力，不一会独孤雁
燕醒了，抱住我就狠狠地亲了一口。师弟，你对我太好了，我感觉我都要离不开你了。那就别离开了。要不我把小青送给你吧。师姐，不要胡说，我不是那种人。当然，师姐如果坚持的话。燕燕，魂力提升了多少？2级多，接近3级。爷爷，我觉得最多1个月我就能晋级28级了。不错，小鬼，冰火两仪眼那里，你给我们准备了什么？是仙草吗？对，我最近翻阅了天斗皇家学院内很多的古书籍，得到了不少有用的情报。有把握吗？老师放心，我绝对不敢拿你和师姐的命开玩笑。独孤博微微颔首，对于小林，他现在很信任。独孤雁更是整个缩在我怀里，他一直都相信师弟。冰火两仪眼，我带着独孤雁和独孤博来到了几株仙草面前。经过我这一段时间的研究，这几样仙草比较适合2位。血色天鹅吻，剧毒仙草，微量就可以毒杀封号斗罗，但是它却是最纯净的毒，用它取代原本的毒，老师和师姐的武魂有很大的可能进化。八瓣仙兰，药性柔和却极为醇厚，吸收容易，药性散发却需要很长时间，能疏通经络，奠定根基。九品紫芝，此物虽不是仙品，却也有固本培元、益气增功之效。这个东西，我建议师姐和老师各自服用1半。水仙玉鸡骨，功能润筋补骨，气通7经8脉，这是我认为对2位效果最好的仙草。燕燕，你服用血色天鹅纹吧，你的碧鳞蛇就能进化成为碧鳞蛇皇，甚至更强。师弟，你怎么看啊？师姐会这么问，心里应该已经有答案了吧？我的建议和师姐一样，让老师服用血色天鹅纹。我服用之后，最多让碧鳞蛇进化成碧鳞蛇皇。爷爷服用的话，也许会化龙。那燕燕你，我用八瓣仙兰吧。既然是仙草，我想帮我进化到碧鳞蛇皇，问题应该不大。即使这一次进化失败了，后面不是还有其他仙草，总能帮你推上去。那不行，总要为咱们的孩子考虑一下，不能全给用了。我和独孤博都是一脑门子的问号，想的真多，真够久远。3人又在冰火两仪眼开启了闭关。外界在确定了消息后，宁风致就开始做准备。他已经付出了一块4万年的魂骨，这头10万年的魂兽他志在必得。如果有机会将唐昊一起干掉，正好他身上也有不少魂骨。1天后，宁风致就带着剑骨2位封号斗罗悄悄地出发了，又回冰火两仪眼了。雪清河听到这个消息后，眉头紧皱。记忆中的那个他不可能这么勤奋，究竟哪出了问题？对了，少主，根据情报，任小林很可能30级了。确定吗？确定，这是来自七宝琉璃宗一位高层的情报，非大事不上报。不对，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勤奋的人，比起修炼，他更喜欢勾栏听曲，流连于花丛之中，醉生梦死。记得他成神的时候，都已经80多岁了。难道因为我的出现，事情发生了变化？武魂殿和斗罗殿有什么消息吗？没有，大供奉只是让您注意安全，如果有意外要及时撤退。那个女人呢？没有消息。雪清河冷笑一声，虽然早就有了预料，可是真的听到这样的话，他还是会感到伤心。那是自己的母亲，可是他却憎恨自己。父亲当初就应该将武魂殿给予那个女人的一切收回，然后把她扔出武魂殿，看看她会不会后悔。可惜父亲选择用不光彩的手段，强行将那个女人留在了身边。比比东错了，可是父亲难道就对吗？父亲愚蠢，比比东愚蠢，但是一切的错误源头都是玉小刚那个人，他该死。当我从沉睡中苏醒，时间已经过去了3天，独孤雁一下子跳进我怀里。师弟，猜我多少级了？9品紫芝你们也服用了，师姐最少30级了。聪明，咱们一会儿一起去获取第3魂环。老师如何？独孤博自傲一笑，魂力爆发，2黄2紫5黑9个魂环出现，同时他的身上浮现出一抹细密的鳞片，2根弯弯的龙角自头顶出现。第7魂技武魂真身，第7魂环猛然亮起，独孤博发出一声龙吟，整个身体开始无限放大，一头仿佛由翡翠打造而成的巨龙出现在面前，龙威肆意的绽放，庞大的压力让人窒息。小林，多亏了你，我有一种预感，距离96级不远了。现在的独孤博属于封号斗罗中的强者，他真正拥有叫板那些顶级封号斗罗的能力了。像蛇龙刺血这样的封号斗罗不是他的对手，月关和鬼魅也不用放在眼中，即使是剑斗罗以独孤博的翡翠龙照样敢碰一下。师弟，看看我的！一条同样仿佛翡翠打造的蛇被独孤雁照出，这是碧鳞蛇皇，怎么和老师的完全不同？小鬼，咱们一开始的推断错了，燕燕似乎走上了另一条路，她的武魂拒绝了化龙，很多人都认为龙才是一切的顶端，可是有一些生物对龙极度排斥，他们选择了另一条路，返祖将自身的种族发挥到极致，一样不比龙差。那师姐这，我们实验过了，燕燕的碧鳞蛇皇丝毫不畏惧我的龙，这让我想到了很多顶级的生物，比如暗金恐爪熊，那玩意儿简直强得吓人，你让它化龙，它弄死2条龙给你看看。恭喜2位了，老师的话未来有机会冲击99级，师姐的话封号斗罗应该问题不大。
哈哈哈哈！正好事情办完，咱们现在去获取魂环吧。3天后，总算是给独孤雁找到了一条让他满意的魂手，通体金色，长度超过3米，所过之处地面都是一片焦黑。在见到我和独孤雁后，更是主动发起攻击。蛇是冷血动物，属性一般都是毒属性或者水冰这些偏寒的属性。实验金蛇却是一个例外，它是火属性的，擅长火毒，喜欢吞噬火焰，拥有相当强大的攻击性。1900多年，虽然偏高，但燕燕绝对没问题。很快，一枚紫色的魂环漂浮在实验金蛇的尸体上，独孤雁立刻上前开始吸收魂环。吸收的过程很顺利，半个时辰后，2黄1紫3枚魂环就围绕着独孤雁浮动。燕燕魂技是什么？火毒。独孤雁紫色的第3魂环突然亮了一下，她的红唇张开，一道微红射线贯穿了10米远的一棵树，树快速的燃烧起来。大树被贯穿的瞬间，周围已经布满了毒液。贯穿毒性和火焰，3重伤害。不止。独孤雁身上的魂环又亮了一下，她张嘴喷出了一团红色的毒雾，所过之处所有的花草树木先是变黑，然后快速的燃烧。2个魂技，一个单攻，一个群攻。你该不会吸收了魂骨吧？事实就是2个魂技。至于魂骨，我身上还是那2块5000多年的右腿骨和4万多年的左腿骨。不过说到魂骨，在我的武魂进化之后，我感觉这2块魂骨相互之间似乎有了联系。5000年的右腿骨来自地穴魔蛛，4万多年的左腿骨来自一头亚龙，它们之间怎么会有联系？不知道，本来感觉很淡，吸收第3魂环后，这种感觉明显变强了。也许是武魂进化带来的变化。既然你说吸收第3魂环后变化明显，那就等第4魂环吧。对了，师姐，你现在多少级了？34级。恭喜！小鬼，那有一个狡猾的家伙，也许实验金蛇的死吸引了他，准备过来占便宜。我定睛看去不禁乐了，那是一头浑身上下都被黑色甲壳覆盖的蜘蛛，最让人在意的就是它的下腹，那里有白色纹路形成的凝恶人鳞，是一只15000多年的人面魔蛛。你能行吗？再好不过了，蜘蛛类不到2万年，哪找这样的好魂兽去？人面魔蛛这种魂兽的魂环可不好吸收，而且这是1000年跨越到10000年的一个过程。人面魔蛛躲藏在草丛里，小心翼翼地注视3人。突然他察觉到了什么，猛地跃起，对着3人喷出了一道蛛网，然后扭头就跑，丝毫不见犹豫。果然狡猾，发现不对劲，立刻撤退。我武魂附体身上浮现出2枚魂环，第2魂环猛然亮起。蛛毛阵，在人面魔蛛逃命的前方，突然出现3枚蛛毛挡住他的去路，同时1枚蛛毛在脚下刺出。人面魔蛛依旧没有一点犹豫，拼着被蛛毛刺伤，调转了方向继续跑。小鬼，你的毒对人面魔蛛有用吗？不知道，等一下吧，我也很感兴趣。只见人面魔蛛刚跑了10多米，就一头栽倒在了地上，身体不停地抽搐，似乎在忍受着巨大的痛苦。这么毒，不会是装的吧？确实中毒了，你的毒不会还在增强吧？这谁知道？我也不可能对着老师来上一下，试试你能撑多久吧。少废话，快弄死他！不着急，怎么说都是万年魂兽，保险一点，让我的毒消磨他一段时间。我的毒不光针对肉体、魂力和神经方面也会中毒，让他全方面的削弱吧。时间慢慢的过去，人面魔蛛开始颤抖，口吐白沫，最后变得疯狂，直接站了起来冲来。可是他只是走了2步，就重重的摔倒在地。人面魔蛛族，一枚黑色的魂环漂浮在半空中，那是何等的深邃，充斥着力量感。小鬼加油！你前面2次都得到了魂骨，这一次肯定也没有问题。为师等你的第3块魂骨。万年魂环那狂暴至极的力量仿佛要将我撕碎，我的身体开始剧烈的颤抖起来，头上青筋暴起，指甲深深的刺进掌心，同时一股强大的精神力仿佛利剑一般刺进脑海。这一刻我简直有一种要疯的感觉。所幸底子后天资高，3个时辰的激烈交锋后，万年魂环被成功吸收，成功了。这是我的师弟，第1魂环1000年，第2魂环5000年，第3魂环15000多年。敢问整个斗罗大陆，除了任小林还有谁？我厉害吗？厉害，太厉害了！独孤雁上前一把抱住我，独孤博却将2人推开，在人面魔蛛的尸体上寻找起第3块魂骨。老师，您想太多了，这头人面魔蛛没有魂骨。魂技是什么？一个群攻魂技，名字叫蛛毛剑阵。我的第3魂环亮了一下，一根根虚影蛛毛如同利剑一般刺向独孤博。独孤博探出手指，将其一一击碎。这个魂技很强，每一根蛛毛的力量都接近魂宗，不愧是万年魂技。小鬼，你能用几次？现在的话，2次有余。你小子现在的魂力多少级？不会是40级吧？怎么可能？和师姐一样，34级。见2人同时松了口气，我欲言又止，其实挺想说自己已经34级顶峰了，估计用不了10天8天就能突破35级。随后我和独孤雁连独孤府都没有回，直接去了天斗皇家学院。梦神级大人在开会，一会辅导你们。看样子你们的实力又有了飞跃式的提升。我率先亮出自己的魂环，第3魂环就是万年，那第4魂环岂不是要2万年以上？以此类推，你将比正常的封号斗罗多出2个5万年以上的魂环，甚至更多。
独孤雁也亮出了自己的两皇一子三个常规魂环，只是他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忍不住惊疑一声，诧异的看向自己那双修长的美腿。看样子不用等7年后了，2年后的高级魂师精英大赛，你们2人就能去试试了。老师，您要是有事，不如先去忙，我们知道上课的地点。看着离开的海洋，两人长长的松了口气。师姐，你怎么回事？刚刚有点不对劲。我的魂骨似乎出了一点问题。什么意思？2块魂骨好像在融合。我细细的用魂力探查一番，2个魂骨之间居然建立了联系，仿佛用魂力搭建起了一个桥梁，居然在相互流动。师姐，你现在开始修炼。一番修炼之后，我的神色更加的复杂了。师姐，感觉有什么不对吗？修炼的速度似乎慢了一点。那就对了，师姐修炼的一些力量流进了魂骨里，准确的说，流进了那块5000多年的右腿骨里。怎么回事？这又不是催动魂技，只是正常修炼，怎么就流失魂力了？也许是一件好事。根据我刚刚的观察，师姐你这2块魂骨发生了变异，它们似乎在融合，但是等级相差太大，因此它们需要寻找一个平衡。所以5000年的右腿骨太弱，它就要吸收我的一些魂力进行晋级。对，吸收之后，它似乎有点强了。以前是5000年，现在有7000年的评级了，相对左腿骨的等级有所下滑，不过幅度不大，大概下降了接近1000年。对了，师姐，你武魂附体后再修炼看看。武魂附体后怎么修炼？那只会不断的消耗魂力。别管这些，你先试试。独孤雁快速的进入武魂附体状态，一双修长的双腿缓缓融合成蛇的尾巴。就是这个，2块魂骨会融合，我想到的可能性就是蛇尾。